大家好哈，这个不是新闻大白话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量子哲学辩论赛啊。我们以这个非常激动的心情啊，跟大家宣告，原有的主持人不是我啊，但是呢，他可能要5分钟后才到。但是基于这个物理系的原则啊，凡事都一定要守时啊，所以我们这边就直接开始。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赛事的这个宗旨以及理念哈，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相信这个我们等一下有一位主持人是大人物啊，大人物他叫许浩平啊，是可以说是这个全台湾到了这个最国际化的人啊，到了全球所有的国家，而且去了多次啊，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他会今天出现，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巧遇，这跟我们要举办这个赛事的这个原来这个理念有直接的相关啊。那我们这个所有最重要的，今天大家在座啊，能够看到这么重要的一场这个量子哲学辩论赛啊，那里面的话呢，这个英文叫 Mastermind 啊，就是最后的幕后的推手啊，就是我们曾经一度当过我们台大校长啊，即使是代校长，但是那个时候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段时间呢，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啊。那么我们现在先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这个张庆瑞校长啊，给大家讲2句话啊。张庆瑞校长目前为止在中原大学啊这个量子学院的这个院长那个对于这个推广量子的理论计算不遗余力啊！来，这请站 C 位，请站 C 位。好，这个谢谢苑教授的介绍。这个今年其实是很特殊的一年啊。如果各位知道的话，就知道今年其实联合国的 General Assembly 是正式宣布啊，今年是世界量子科学与技术年了。所以在物理上为什么这么样呢？主要是100年前的今天，也不7月啊，有一个23岁的年轻人，很偶然的发现了光谱学的实验结果，居然可以用矩阵力学做出来，从此之后改变了世界。这个人就叫做海森堡。今年在数学上也是重要的一年，为什么？我考各位一个数学啊。你把0的3次方加1的3次方加2的3次方加3的3次方加4的3次方加5的3次方加6的3次方加7的3次方加8的3次方加9的3次方等于多少？答得出来的，等一下送一顶有这个量子猫的帽子啊。有人答得出来吗？2025，所以这个是很神奇的。10个阿拉伯数字的3次方的叠加跟纠缠的结果是2025，这个也符合我们古代一个哲学家、一个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讲的“万物皆数”。然后近代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说：“万事皆量子，万物皆数，万物皆量子。”其实很明显的暗示着2025之后世界会起大变化。可是我在过去推动科普量子科普很多年啊，我慢慢的发现，联合国今年宣布这个量子科学与技术年是有它道理的，因为300多年前，牛顿引入了一个观念，叫引力的观念。在100年之后，200多年之前，创造了工业革命。200年前，马克思韦引入了一个场的概念。50年后，无线电革命出现。100年前，其实应该是90年前。1935年，纠缠的概念被引入了。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再度在人类的生命中要重新启动一个量子2次科技革命。那这样子的过程中间，我们从历史的经验知道，其实科技的改变之后，工业革命之后，造成文化革命、哲学革命、艺术革命、经济革命、民主革命。
所以意思就是说，未来50年，我常常在讲啊，我要再努力的活50年啊，因为我希望看到这个革命完成。我们将会因为纠缠而造成新的文化、历史、艺术、伦理、民主革命，才会产生新的动力，在这个世界上造成无比的变化。所以，今年联合国宣布是世界量子科学与技术年。100年前，年轻人海森堡定下了物理的革命，今年的2025代表数字革命。那我刚刚讲过，我在推动发现，其实最后的根源，其实可能还是文化伦理跟哲学。我们这样子的变化，它会重新塑造。所以我在今年年初就想到说，我们推动这样子的过程中间，应该要来做一件跨领域的对谈。所以当时其实就跟苑举正哲学系的系主任，还有我们物理系主任谈，还有当时找了物理学会跟哲学学会，是不是应该来推动一个量子哲学辩论赛？那这个东西有一句英文叫 Where there is will, there is way。这个动心起念之后，就一直在探寻有没有热心人士愿意支持。当时跟 IBM 讲，IBM 就很热心的说，没问题，他们支持今天所有的活动。可是我说，今天所有的活动不够啊，因为还有一大堆过程的活动需要支援。那感谢啊，有某善心人士啊，匿名善心人士。我本来是希望这样子的一个量子哲学辩论赛前面是挂名的，然后有人出钱出的越多，名字就越大。结果后来这位出钱的人他说他不要，然后就支持这件事，所以没有挂名了。不过不管怎么样，也因为这样子，这一件事情就顺利启动了。那启动的过程中间，我还是要感谢很多人啊。坦白讲，我原来以为很简单的一件事啊，结果后来变得非常特殊复杂。各位今天会感受到，我们除了2对辩论的题目以外，我们还动用了人工智慧啊，因为今年也是算是 AI 的大发年了，所以后来觉得影像、文字各方面都应该要积极的推动啊，所以基本上就让人跟 AI 来互动。那我讲这么多，其实是在等我们主持人来临了。如果不来临，我们就由苑举正来继续，说不定就开始启动了。还有其他的哦，还有对这个感谢大家的支持，我相信今天大家一定会感受到，这个其实是一个跨领域的启动，而且可能是世界第一次跨领域的量子哲学辩论赛。顺便讲一句啊，上个礼拜 UNESCO 刚刚公报一个很有趣的跨领域结果，也就是它争了量子诗的英文竞赛，全世界有400首送进去。我跟你一起过去。刚刚公布。好，我想我就介绍到这，我相信今天一定是成功。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那个我们的这个主持人，真正的主持人啊，大家可以往后看一下。大家好，徐浩平已经到了。大家好。这里面的话呢，我再接下去哈，徐浩平喘一下气。那我刚刚听到我们这个张校长在致辞的时候，他选校长的时候一直在谈治校理念，都没有强调他募款非常有一套啊，所以说是导致于这个结果是怎么样，我就不得而知了。那我们这个浩平，那个你要接下来哈接我的位置，我们下一位的致辞人是哲学系系主任林明照教授。好啊，然后的话呢，他讲的时候呢，我 in the meantime 我把这个介绍的方式交给你啊，你就上来主持，因为我等一下还要参与评审以及辩论啊。刚刚这个，我们现在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哲学系主任。是，好，我们欢迎哲学系系主任林明照林主任。好，主任好。
谢谢张校长好，还有主持人，还有刚刚我们台湾最有分量代理主持人严老师。今天刚刚听了张校长这样的介绍，我更感觉到今天的这个会议意义非常重大，而且它不只是一个辩论赛，它基本上可以在台湾的科学跟人文的发展史上记下一笔。我觉得，那它几乎是会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那当时张校长有这样子的一个构想的时候，苑老师那个时候也来跟我们联系，我们当时就觉得哇，这个哲学能够跟物理学结合，做一个跨领域的对话，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那我觉得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对于科学或科技的这个反思或者是连结我觉得大概有3个层面。刚刚张校长已经谈到一些很重要的层面那我想第一个层面是什么呢？第一个层面是哲学，它应该是去这个反思科学的本质这是第一个那我们知道历代其实蛮多的哲学家，其实苑老师就是科学哲学的专家这点可能大家可能会比较不知道，其实他是科学哲学专家。那所以哲学在跟科学连接，第一个我觉得就是那个探讨科学的本质比如说各位，我想各位很多都比较熟悉这个例如说孔恩谈那个科学的本质是一种典范的转移那另外一种哲学家，他从生命存在去看，比如说海德格他认为科学是什么？科学就是人类存在最迫切的、最新的一种命运，逃离不了的所以你就算发现科技有问题，你也不是要不要的问题，那是一个命运，是集体人类的命运的问题那以东方哲学来看，像张老师之前也谈过老子，谈得很深刻。以东方哲学来看，科技是什么？虽然老子没讲，以道家来看，虽然老子没讲科技，但是老子讲一句话，他说：“道生之，德畜之，物行之，事成之。”他讲到物行之，老子讲的物就包括人造物。包括人类创造的东西。那老子讲道德给了生命跟力量，但是这个生命的力量还需要物去形塑它，叫物行之，还要事成之，还要时空条件才能决定是否有所成就。所以那个物本身就包括人造物，不只是自然物。所以物行之意味着人类生命的形塑离不开人的创造。所以人创造了任何的一个东西，都不只是在思考有没有符合人性。对老子来说，人创造的东西就在创造人性。所以今天量子科技或量子科学提醒我们科学的发展不只是在思考跟人性的关系，科学的发展决定了人性会变成什么，这叫物行之。所以老子很早就说，我们科技的发展的方向决定了我们人要变成什么。所以人不是一个既定的条件之下去规范科学，而是一开始就跟科学放在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所以道家很早就看到科技的发展，其实我们要思考的是人要变成什么，而道提供给我们一个反思的方向。这是我认为的哲学对科学的连结。第三个，那这的第一个面向第二个面向是哲学当然会去反思科学的意义科学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到底它带来的刚刚张校长讲的伦理、文化这个生活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很多哲学家反思了科技带来的异化对人性的异化，但是也有很多科学家发现科技的发展其实对人性，就像老子看到对人性的形塑其实可能带来更丰富的一面所以哲学跟科技或科学连接的第二个面向是反思跟批判的部分可第三个部分是一个更积极的部分，就是哲学如果是真的对人生命的智慧的发展，那科技应该是如何把人的智慧落实到人的生活里面。所以哲学跟科学或科技的另外一个发展就是哲学如何可能进入到科技。例如说现在 AI 的发展， AI 的发展里面除了哲学去反省 AI 还有一个重点是哲学怎么样包括对人性包括对人生价值的这些方向怎么样可以变成 AI 设计的一部分像包括老年照护怎么样包括像台湾这个老年化社会，老年照护里面的那些人跟人的互动，人跟人的价值，在东方哲学或传统哲学里面的那些价值有没有可能进入到 AI 的设计里面所以这些跨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哲学跟科技，或者是今天哲学跟量子力学这样的对话，我觉得充满很多可能性。不管是我刚刚提到的简要的提到的哪一个面向，
我觉得都激发了很多可能。那今天参加这个现场，其实我非常兴奋我觉得好像就站在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的一个环节这种人文跟科技的这个对话里面的重要的环节。那我想今天也会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透过辩论赛也会激发出很多新的这个东西那再次感谢那个张校长以及这个后面所有为这个会议付出努力的人好，谢谢大家，谢谢。好，非常感谢我们主任为我们做的介绍。那继续呢，我们来听听我们台大物理系系主任陈凯峰陈主任来为我们对于这次世界第1场的物理量子哲学的辩论，从物理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谢谢。谢谢张校长、张老师呢，以及我们的所有师长，以及今天热血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同好们，对吧？大家好。那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讲几句话。那应该这么说啦，其实大家说这是一个跨领域的这个对谈，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些物理博士们其实都是哲学博士，对不对？我们是 PhD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我们也是跟哲学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那我们回到这个300年前，300多年，刚刚张校长也讨论过这个是回到300多年前的时候，我们开始理解大自然，对不对？我们用这个所谓的牛顿的年代、伽利略的年代，我们观察人类尺度的这些所有的物理现象。应该说上来，物理是什么呢？物理是我们观察大自然，然后用我们的人类的方式去诠释它，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要诠释大自然的话，有2个方式，一个是用数学，我们去计算，去这个推估这个大自然该有的现象，然后接下来我们使用哲学来思考它的背后的一些机制，对不对？以及它的逻辑思考，就靠哲学来的。所以其实我们并不是一个分开来的一个系统，对吧？或是某种程度是一家亲了。那可是到了这个量子力学的年代，应该说100年前吧。我刚才那个这个100多年刚才也说今年是量子年嘛，对不对？所以100年前的时候，这个量子力学的诞生。那为什么需要量子力学呢？是因为人类科技进步，开始观察远小于我们现在生活尺度的这些自然现象。那我们发现我们过去的经验，以及在比如说是牛顿、伽利略的年代这些的所有的方式，我们都不能描述它了，所以我们需要不同的数学，不同的当然也需要不同的哲学思考，对吧？来描述这种超乎尺度的现象。当然我们知道量子力学是对的，要不然我们今天很多东西很多科技其实是没有办法诞生出来的。可是我们背后的哲学思考其实还是需要一些这种讨论或是激荡，对吧？才会让我们更了解它一些背后的这些思维。也许就像今天这个活动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现的机会，就是让这2个不同的地方，让哲学的一些思考可以进入这个量子力学的或是量子世界的一个开阔的一个行为啦，对吧？所以我就不用说太多，所以我想今天大家都很期待。那我相信今天的活动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成功。那谢谢各位。谢谢主任哈。那么我们今天的正式的比赛就要开始。好，这是我们一连串的到决赛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今天呢，现在帮大家也是要特别的感谢。好，我们这次初审的很多的评审哈，那么包括王龙林教授、周先杰教授、傅昭明教授、陈正伟教授和周美玲教授，以及张家宏执行长。那么我们今天的决赛，哇，这个大家众所瞩目，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是全世界第1场的，我们能够看到，包括了针对未来量子物理，甚至 AI 人工智慧影响的很多我们人生重要的议题，都在这次的讨论和辩论当中呈现。而今天决赛冠亚军队呢，他们要辩论的题目特别来告诉大家哈。那么也是双方的辩友现在就可以准备上台了，好吗？好，然后我们就一起同时上台，同时让我先介绍一下好2方，好就直接上台。我们现在正方啊，现在你看到他们是大暴雨阁下与他的小伙伴们，好非常可爱的名字。然后呢，当然
他们这些可爱的小伙伴啊。那么我们的反方的话是无量空处，来，掌声为他们鼓励一下，好。那么在我们反方这边呢，他们包括了有刘玉同学是台大物理系大四也跨足在台大光电所然后呢，陈义安同学，陈义安同学是台大电信所量子迷航者，物理哲学与城市推碟的混种宅男的意思混种宅那么他也持续在观测自我另外第3位是黄品成同学，黄品成同学呢，中央物理所复杂有机体迷恋新知沉溺哲学思考和我们刘玉同学一样，他喜欢这个是一个抽象文青兼2次元中2技术的宅女，所以我们的反方给他们热烈掌声鼓励一下好吗？哇，宅男宅女今天一起来登场。那么我们当然同时也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评审，然后我们正方的呢包括了罗浩宇，包括了吴冠如和林立琪，然后呢他们你看他们像宅男宅女吗？好像不太像都很活泼。我们让他自己来讲，来，罗浩宇，什么学校？什么主题？什么专长？直接讲。大家好，我是罗浩宇，然后我是政大哲学所的硕士生。那专长嘛，我现在研究的是那个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但是可能讲的大家也听不懂。总之，我是一个哲学专业的硕士生。那其实本身自己对物理也蛮有兴趣，但是并没有非常的专业，所以我觉得能够来就是听听跟物理系的同学们一起互相辩论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然后也希望能够从中去得到一些思维上的激变。谢谢。来，掌声鼓励一下那么我们这个在这边吴冠如来。各位大家好，我是吴冠如，然后我是台大哲学毕业的。那我不敢说我有什么专业，我觉得坐在这里是承蒙2位同学的帮助了。那我自己现在是在那个补习班跟小朋友玩这样子，对，很好，来，掌声鼓励一下。好，林立琪。大家好，我叫林立琪，然后目前就读台大哲学系研毕，现在5年级，然后同时上主修台大社会，然后对于这一次参加这个量子哲学的辩论，觉得非常有趣，很高兴可以看到物理跟哲学之间的碰撞，谢谢。好，林立琪是我们的队长那他也是一个这个非常重视，包括了哲学风暴核心我们正方这边。好，队长哪一位举手？好，刘玉同学，你们发现两边都是女力当道而且呢，女生来当我们的队长，来为你们队讲几句话吧。就是很开心可以在这边遇到大家。那我的2位队友他们就是在这段期间准备，我们就是几乎天天熬夜，然后找资料整理，就很谢谢他们这2位的帮助。那希望今天的比赛可以看到好的结果，谢谢。好的，来，掌声鼓励。我们现在就热情热烈的来欢迎我们的评审。好，3位评审也是我们表演赛，对不对？的代表还有这次还有个特色，就是您将别开生面的看到人脑与电脑的辩论对决。哇！而且会有出现虚拟的，包括了包括了这些宅男宅女最喜欢的薛丁格的猫3画，还有素还真3画，来看看多精彩那么大家可以指日可待来，我们现在就欢迎3位评审，好吗？现在我们这次比较特别的是，评审要坐在台前面因为这边要特别讲一下，非常感谢 IBM 呢为这次活动做全世界现场即时的转播那么我们3位这个评审包括了我们现在首先上台的冯教授他也是台大社工系名誉教授，然后
吴俊辉吴教授呢，他是台大物理系特聘教授，哇，更是我们 NASA 哇，在台湾的召集人呐，总召啊，非常厉害，又是剑桥大学的宇宙学博士。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一时之选哈，看有社会学的冯燕，也有吴俊辉在物理学、天文学这个宇宙学非常专精的教授，当然在正中间，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刚才前面谢谢苑举这苑教授这是我们这个台大哲学系非常非常著名的教授。那么在他的研究里面，也其实这一次呢，主要也就是感谢我们台湾量子电脑和科学技术协会的理事长，我们理事长的张清瑞张理事长，他和我们苑举正岳教授又合写了书，又把这个理念落实成为一个非常精彩的，应该是 The World First Quantum Philosophy Debate Tournament， 就是锦标巡回赛。好，我们现在就正式比赛开始。那我们采取的是呢，奥瑞冈杜威式的3-3-3制。好，那么比赛的规则原则上就是由正方议辩开始，然后对方会跟他来质问，来答询，这样的互相交错。那我们现在就要宣布一下今天的题目哈。我们的题目呢是量子民主将取代牛顿式的民主，开启叠加与同谐，而非对抗、对撞与抗结的秩序哈。Quantum democracy will replace Newtonian democracy, inaugurating an order of superposition and synchronicity rather than the collision and confrontation. 我们现在就比赛正式开始。我们先请正方的一辩上台来做申述。来，我们掌声为林立奇，也是正方队长，鼓励一下。有声音。我要在场各位，今天的辩题是量子民主将取代牛顿式民主，开启叠加与和谐，而非对撞以及抗结的秩序。其实这一长串的重点只有一个：量子民主是否取代牛顿式民主？在说明我方论点之前，我们必须阐明何谓量子民主，又何谓牛顿式民主。我方认为牛顿式民主是将公民视为独立、固定的粒子，强调世界是稳定、可计算的。它以单一的选票加总决定胜负，但是它二元对立、赢者全拿的模式难以涵盖多元的意见。而量子民主则认为民众如同量子一般高速联动、立场联动，而且多面，主张民主应该更及时、弹性的去反映意见的多样性以及流动性，并寻求观点之间的共振，而非一次的拮抗。因此，量子民主作为一个更多元、相互联动的系统，能够将议题的不同面向涵括进决策当中，是现代社会追求更适切的决策必然的决策方向以及发展方向。由此可见，量子民主可以取代牛顿式民主的起点，也就是我们已经看到太多牛顿式民主的弊病，也就是在票多的赢、票少的输这种简单量化之后带来的意见对立以及沟通停滞。它的负面效果已经深深影响到了人们对于民主的信心以及行动。当一个社会过度的分化，那么我们在思考议题的时候，就不再想着怎么取得共识，而是让多数者两手一摊，认为自己已经站在优势面而停止思考，而少数者因为看清情势无力回天而自暴自弃。这种势力的对抗，对于整体社会前进以及民主的深化并没有好处。这就是为何我方认为量子式民主带来的叠加以及和谐秩序才是一个正确之道。而且前方已经有说到，牛顿式民主的问题就如同我方所述，它太过二元分化。但是量子式民主建基在量子力学的发想之上，强调波动、叠加、纠缠的特性，对应到现实的真实生活，其实就是强调所有的人他都是社会的共同体。而我们没有办法再用牛顿式非黑即白的分化以及对立去看待人们日常生活当中议题的讨论。因此此时我们做的不要只是不断的排除非我族类，而是让量子民主去进行这样的修正，让大家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连结是叠加、是纠缠，无法单纯的用排除他者去达到议题的共识。
在这样的认知达到现实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开启一个叠加以及和谐的民主秩序。而量子式民主的思维最佳体现，其实就是现况下我们已经正在实施的参与式民主的进行样态。参与式民主作为一个制度，它已经完美对应了量子式民主的这个概念核心。它不再把公民当作是一次性的表态，而是视为一个能够持续的参与、持续的互动、彼此影响的动态波。在参与式预算、公民审议、协作式立法等等制度当中，民众的意见不是非黑即白的2选1，而是透过反复的讨论、资讯更新、立场的调动，使得群众在讨论过程当中逐渐摸出彼此的共识以及方向。这种做法最贴近量子式的思维的3个核心特质。第一个，叠加，民众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保留多重的观点，而不是被迫在单一的时刻做出单一的选择。第二个，纠缠，每个人的立场会因为讨论、资讯以及他人的观点进行变化，意见之间存在了高度的联动。第三，共振，最终形成的决策不是单一立场的胜利，而是一群人我们共同去调整之后得到的共同方向。这就是牛顿式民主没有办法做到的地方。牛顿式民主只能处理结果，也就是谁输谁赢。但是量子式民主能够处理的是过程，我们如何一起形成决策。在这个资讯高度流通、议题越来越复杂的现代，民主如果仍然停留在非黑即白的秩序，那么这只能制造更多的对立。但是量子式民主所展现的就是我们的和谐，而这是未来民主不可避免的进化方向。谢谢。我们请反方2辩刘玉同学质询正方1辩林立启同学，有请。我是2辩。对方辩友好，想请问的是，你们刚刚讲了一堆关于理论上面的描述，那你是否同意说，为了要实践这件事情，你们必须要提出一个制度，才会有说服力，去告诉大家说，这个量子民主会取代牛顿民主？我方这边认为我们要切合辩题这个辩题今天在讨论的是这种方向，这种用量子民主进行的方向，它的理念以及它的理论是不是能够让我们达到和谐？而这件事情，它在我们讨论制度之前，我们认为制度这件事情，我们刚才也有提到，就是可能现况的参与式民主是一个不错的进行方向，但不是说它就是最终版。而您方说制度是不是一定要先确立下来？我方不这么认为，我方认为制度就是不断的持续并进的。但是我们如何能够确立一个方向，就是量子民主它确实可以带来一个更好、更和谐的状态，这就够了。谢谢。既然你这样说的话，那以前的这些时候也有很多人提出理想社会的概念，那为何他们到现在都并没有被实践？可是你们当提出的这些理想化，你就认为说这件事情一定会被实现，那么的笃定？我们要先确立一下，就是对方刚才说的理想的政治状态吗？刚刚你所谓的理想的政治状态，是指说你们刚刚前面提到一些理论什么？那对于以前的这些东西，那为什么现在倒是没有实践 ？OK， 我们要先确立一下对方所说的之前理想的这个可能政治形势或政治状态，跟我方现在所说明这个量子民主可能不是同一件事情。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失败，是因为他们仍然停留在一个框架，是牛顿式民主，票多的赢，票少的输，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票2元对立的状况，所以他们的理想这个生活上才没有办法进行。Okay， 但是我方不是，我方是不断的讨论。好，那请问我想要问你们说，那如果你们投票结果出来之后，你们觉得你们的当选者会是确定的吗？还是单是他说的吗？我们确定一下，这边是要选出人是吗？你们的政策那些有什么可以让大家说服说你们这件事情是对推动未来有利的吗？我们刚才讲到的参与式民主，但对方刚才讲到的是我们选出一个代议士，我们选出一个人，这就是现况下牛顿式民主的弊病。我方回答您，我方说的是，就是参与式民主这种东西，它是以议题进行导向，每个人进行议题的讨论，最后出来的东西不是我赢我输，不是。那请问要谁来负责？那如果这些政策决定之后，会有一个负责人吗？还是你们就决定让政策延宕在那边，这样叠加，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实践？负责这件事情，因为是我们所有人进行的，我们所有人一起进行的这个决策，所以当然是我们所有的人要进行负责。也就像是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生下来，我们爸爸妈妈不会说只有爸爸要负责，只有妈妈要负责。他们一旦把我们决定生下来的时候，他们其实都知道有利有弊，他要养那么多。实践的时期的话是有定义的吗？如果现在整个议题都在空中漂浮，大家都在进行叠加，都在观测的话，那请问你们现在实践的这个任期是有固定的吗？其实我不太理解你说实践的任期是指说是指说如果你今天议题要实行的话，你应该有个期限决定吧？谢谢。
现在请反方一辩陈义安同学上台申论。喂，好，主办单位评审老师对方辩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反方一辩陈义安。好，那我方认为要使量子民主成为一种可被辨识的民主范式，而不是修辞宣称，必须至少在4个面向完成制度语法转换。那这4项分别对应到4个核心物理架构：叠加、干涉、常耦合以及可逆演化。那这对应到民主的制度就会是偏好的叠加，然后决策的相干，然后以及治理的耦合，还有再来是授权要能够动态可逆。那我们也将会以实务治理上的表现去评判制度的好坏。那包含制度的稳定性、制度的效率与成本、民意的清晰度与回应性，还有制度的韧性以及风险控管。好，那接着我方将根据我刚才一开始提到的4个面向以及这4个指标去一一做审视。那第一个偏好叠加，代表是选民的意见必须要能够以多重强度化的方式呈现，而不是只是单一投票、单一选项。但然而，当选民的立场会是这种多重叠加的机遇的时候，政府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授权，将无法在复杂社会当中进行果断的政策推动。然而，反观牛顿式民主虽然简单，但是授权明确、责任可追，能够维持制度的稳定性以及治理效率。那接着我们看决策相干，这是这个我方想讲到的是就是前面讲到的多轮审议。那然而，这种多轮审议需要就是对应到量子语法的多轮回馈，逐步收敛，而不是投票一次并立即他说结果。但理想很完美，但虽然小规模也许可以收敛，但大规模到国家自己的层级却完全不同。在大型制度上面，多轮程序难以扩展，而且容易被拖延，而且入口点多的情况下又容易被操控，因此决策相干并反倒容易成为治理的负担。那接着我们谈治理耦合，那相对应的制度可能就是类似多头长制，或是分散式的治理。然而这种模式会造成节点越多，造成协作成本就会越高，责任越分散，问责就会越困难，然后行为者越多，否决者也会越多。因此，另外在危机情况，例如疫情啊、移民啊、金融风暴这种分散式耦合，常容易使得统一的指挥变得更困难，制度的韧性显著的下降。因此量子式的这种耦合并非是共振，而是碎片化，在稳定性以及风险控管上显著的劣化。接着我们讲授权流动性，那对应到的可能就是类似业态民主这种情况。那然而就是这种类似这种可回收的委托，但是在实力上，例如德国海盗党的 liquid feedback 就是一个实践的业态民主。然而我们会发现，在时间上就会发现会形成一种像是超级代理人而掌握大部分委托，这种形成反向的权力集中。这种意见波动过大，使得政策不稳定，民意反而会扭曲。好，最后我们做个小总结。牛顿式民主呢，以粒子性为基础，提供了清晰可问责的决策结果，这是人类社会在复杂社会中维持稳定与效率的必要结构。量子民主的4个公倍虽然在哲学上具有启发性，然而在实务治理上，其叠加导致问责模化，耦合与相干导致效率低落的治理瘫痪，而流动性则是在精益集权运行下将导致风险控管的全面崩溃。因此，我方认为，量子民主在实务治理上并不太可能取代牛顿民主。好，谢谢。请正方3辩罗浩瑜同学质询反方1辩陈义安同学。喂，好，我想询问反方，就是你们刚才提到，你们其实对于这个牛顿式民主跟量子式民主有一套自己的诠释，对不对？对。那你们举了液态民主当做例子，那我想问，你认为液态民主跟量子民主是同一件事情吗？我认为这是其中一种可能实施的例子，就像你们刚才提到的例子一样。那我们这边也提出一个可能相对应的例子。好，对。那既然你认为液态民主是一个可能性的量子民主的呈现，那我方也认为参与式民主是一个量子民主可能的呈现，那是否代表其实我们对于量子民主的呈现方式还有待商榷，是吧？当然呈现方式有待商榷，不过我前面有讲到
这个是在我前面讲到的第2点，就是刚才讲到讨论式民主，这应该是我前面讲到的决策相干这一点，就是讲到多人回馈。然而这种就是想要这种审议式的，你们是觉得应该要是该说审议式？好，我可以先问我问题吗？就是你认为第一个我想讲的是，既然我们对于量子民主这个概念本来就有待商榷，可是你刚刚提的这些问题都是在一个既有的液态民主下的问题去做反省，那是不是其实你已经硬套了把液态民主等于量子式民主？我们并没有等于，我们是多方举例。那假设说现有可能将成为量子民主的一种雏形都没办法达成，那么你们要如何达成你们想要的？请问为什么会没有办法达成？就是没有办法达成的这个观测是来自于因为液态民主没有办法达成，所以我们推到量子民主就没有办法达成吗？应该说就是我们举了一些实际的例子，那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办法成立，那你们应该要举出相对应可能达成的例子。对，是好。那我方认为，在参与式民主这个概念比较能够去呈现量子式民主的状态，但是它可能只是一个未来的呈现方式。未来量子式民主是否能够用任何方式去实施，没有人会知道，对吧？因为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取代与否，不是讨论它实际会不会发生，而是这个制度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讨论它的实际的，不论是制度本身，或者是它的理念本身，对于我们的政治制度有没有办法有效的改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是否就可以设想一个取代的未来？同意问题吗？同意吗？对，你当然可以讲到理想，但是讲到理想之前，我们要讲取代这件事情，不是难道要讲到实际面上面操作？那我方等一下会去讨论取代这件事情，因为我认为。目前反方对于取代的这个定义跟我方不太一样，反方可能认为说取代是必须由一个 A 去完全取代另外一个 B，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不论在科学史上或是政治史上，这样的取代都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完全设想一个全新的概念去取代一个旧有的概念，而是我们不断建基在旧有的概念上，不断的去修正，对吧？因此我们在谈取代的时候，不应该去设想说我们要建造一个完美的制度。这个制度完全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它才能够取代现在的牛顿式民主，是吧？对。知道我回答是吗？你觉得？你可以回答否。好，如果你不同意的话，就是我认为应该还是要谈到实际面上的操作。对。好，那最后的问题是责任的问题。我想问，在讨论责任的时候，其实你们还是用我们现有的牛顿式民主的。请正方2辩吴冠如同学上台申论。各位大家好，那我这边想要针对前几轮的这个攻防呢，做一些回应。首先，他们的质疑是理想社会会有失败的可能，但是我们纵观整个历史上呢，其实我们成功的制度改变也不少。我们从封建制度到中央集权，然后我们再从中央集权到民主。那我们现在想要说的是，其实我们可以从传统的民主到量子民主，而这一切呢，都跟这个资讯科技的更新有关。就是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同时处理这么多资讯嘛，但是到现在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掌握这些非黑即白的资讯。我们在投票上，我们不是只能用是或否来去臆测一个公民他脑内到底在想什么，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投票的方式，或者是更多计算的方式来去算说这个人的支持到底是支持什么，而不是单纯把它落入一个非黑即白的，就是我单纯投给 A 或单纯投给 B 的这个状况嘛。那这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有可能的前提。那下一个是这边还有一个想要打的点是，他很关注说，到底是今天我如果是用一个共振或者是叠加的方式选出来的人，那我今天到底要谁来为这个政策做负责呢？那我认为呢，这个就落入了传统牛顿这个民主底下很容易产生，就是选民很容易产生一个情绪，它叫做就是这
这个静态就是这个静态的测量，就是他在选举，因为他是4年一次的选举嘛，所以公民会认为说，我把这个票投下去之后，我下一次需要去关注这个事情是4年之后了，所以我在这个4年之间，我做的意见呢、改变呢，会是对这个选举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结果，所以他就会在这4年内放弃去问责，或者是对这个选举的事情较为不关心。那我们今天想要改变的这场事，就是我们今天不可以把它落入说，一定要有一个人出来对这件事情负责，而是我们更想要的是，就是每个人都应该要为了自己的选择去做负责。它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参与，每个人都应该要参与到你的政治生活中，因为政治生活并不是我们把一个责任丢给另外一个人之后，我们就可以说这不关我的事了。我们应该要让每一个人都参与到这个社会之中，然后为了自己的事情做负责，那这才是一个我们认为更好的民主社会。然后第3个是他们非常关注说这个取代到底有没有可能。那我们这边想要讲的是，就是不是说取代都是这个完全的取代嘛？我们想要讲的是，它是基于一个民主的修正，因为所有的学说呢，它都是建构于这个前人的学说之上嘛，所以我们不可以落入这个二元的对立，认为这个量子民主跟这个牛顿民主，它就一定是我有这个就不可以有另外一个。我们这个量子民主比较想要的是，我们想要修正传统式的民主，因为传统的民主已经没有办法算到这么多东西了，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引用量子的概念，说我们可以算到更多公民内的就是公民的想法。我们想要算出除了是或否以外的更多选项。那这是我们想要对它做的一个修正，而不是完全的取代。但是它还是会为了这个替这个旧制度注入一个新的概念与逻辑，这样子。那最后一个是制度。那制度的部分呢，我们初步有构想了2个，第一个是参与式民主，第二个是这个非二元投票的方式。那这个请反方3辩黄品成同学质询正方2辩吴冠如同学。对方辩友好，你好。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您是否认为牛顿式民主与量子式民主是2种完全不同的民主范式？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们认为这边它是一个注入新的逻辑，它不是完全的就是否定掉这个牛顿式的民主。这样。好，如果你认为2种民主不是完全不同的范式，那你要怎么谈取代？就是如果他们2个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可以共同存在的话，那就并不会有量子民主取代牛顿式民主的这个逻辑，因为在您方来看，它2个是可以共同成立的。所以您是否认同我刚刚所述的观点？什么意思？但是如果它是更好的一个制度的话，那我把更好的东西加进来，那它不就变成我了吗？就是为什么？就是他们2个不完全相反嘛？但是 OK， 我可以理解。对。那我想澄清一下，对方的观点，是否认为牛顿式民主不会消失，只是引入了量子式民主的概念？对，因为牛顿式民主已经没有办法解释现代社会的运行方式啦，所以只有量子民主可以解释的话，那不就是应该用量子民主来解释吗？所以对方辩友刚刚承认了量子式民主存在的必然性，因为它不会消失，而量子式民主只是补充的制度。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的参与式民主对应到的量子物理里面的量子社会的这种治理框架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你们会认为参与式民主是一种量子民主的治理范式？因为因为传统的这个投票呢，它其实就只注重这个投票的过程啊，它就只注重这个4年一次的是或否。但是我们认为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应该是每个人都应该向里面加一点东西的。OK， 好，那我想问一下，参与式民主这种讨论的话，是全世界的所有人都参与，还是只有特定的人参与？所有人都参与，还是特定的人参与？对，因为你刚刚说要共同讨论政策嘛。所以是我们整个台湾的人一起讨论的这个政策，还是只有特定选出来的人来讨论这个政策？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商业的过程，因为你现在，所以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想要我给出一个非常实际的制度嘛？但是我在这边只能给你一个大致上的方向，认为我们应该往这边去运行。但是如果你现在要告诉我多少人可以参与这个制度，多少人可以参与投票，我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这需要一点时间让我们去优化、去想象它嘛。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前进方向是没问题，所以对方辩友目前并没有对于参与式民主如何取代现行投票民主制度有明确的想象。是我们只打算提出一个方向，我们并没有办法完全提出一个制度， 但我们提出一个方向。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怎么避免2元投票制？那我们要怎么投票？因为我们认为现在的这个，因为它的算法的更新嘛，所以我们可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区间缩短，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用更多的方法及时反馈出这个民意。我想问一下，算法更新是什么样的算法？就是它是一个，我不是设想的是它是一个即时监测的系统，即时监测。对，就是监测什么？在投票上的话，我们不是单纯的是或否，我们比较倾向说我们到底有多少的倾向投给他，那有可能是70%、30%，或者是那要怎么监测这种倾向？就是它是一个，就是我认为它是一个，就是你可以把时间轴拉长嘛，它不是4年一次，它可以在可能几个月。请反方二辩刘玉同学上台申论。主办单位、评审老师、各位辩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反方二辩的刘玉。很显然，刚刚正方同学针对于投票的制度，并没有提出一个很明确的定义。那他们也描绘了一个量子民主的美好蓝图。但容我提醒大家，我们讨论的不是科幻电影，而是关系到亿万人生活的治理制度。所以我觉得，我方觉得在量子民主的效率、隐私还有公平性3大层面都有存在严重的缺陷，根本不可能取代牛顿民主。首先，第一个是效率还有制度的问题。量子民主是透过反复的运算、动态调节来实施更平滑的政策。那请问，多轮的反复运算是不是意味着决策会变慢？多中心的共治是否会意味着责任的分散？我们看看现实社会的例子。在疫苗还有采购的重大议题上反复扯皮，决策迟缓，而黎巴嫩的多首长制会导致政府长期的空转，国家面临的崩溃，这些难道是效率吗？而且试问大家，在绿能还有核能的能源政策里，如果所有的核电厂都已经新建完毕，要如何面对临时演算出的支持绿能的政策？再严重一位刚被处刑完的死囚，下一秒的世界被更换取向为废死。面对这种动态调整的策略，我们又应该牺牲多少时间与代价来面对？又是谁要来跳出来负责？第二个是隐私还有透明性的矛盾，没有了隐私就没有了自由，所以隐私保障了自由，同时也保障了我们的尊严。如果今天量子民主依赖这些 AI 还有透明资料来实施可信治理，那请问透明是否是等于没有隐私？资料上链是否会意味着我们的一切都会被永久记录而不可删除？最后是决策的公平性。正方说他们利用强大的量子 AI 可以推演未来，还有决定社会的走向。那请问我们现今社会有公开的中央会议供我们监视，对于 AI 演算的中间过程，我们要如何能够得知？这是对于决策不透明的控诉。而且 AI 终究不会是人类，它的演算来源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请问正方要如何界定数据库收集的范围，以及在大数据背后隐含的 AI 隐形偏见？我们仅听决策要如何发现途中有什么异常？而且这些隐形偏见的背后，也会对少数族群是一种权力的剥夺。量子民主是否能够像牛顿民主这样保证有票等值的制度呢？总结而言，他们说量子民主是更包容、更细腻地反映了民意，但我方必须指出，民主它并不是一个数学优化题，而是权力与责任的制度安排。也许我们的牛顿式民主有一些粗糙，可是它有清晰的规则，可以追溯的责任，稳定的预期撑起我们现代的治理基础。而量子的民主，他们用了一堆很漂亮的数学还有科学的隐喻，去掩盖它在效率、隐私、可行性上面的致命缺陷。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个用充满未知风险的这种未来制度去取代一个经过历史考验的成熟体系。我们需要的是要在牛顿的民主上去渐进改良、务实创新。谢谢。
那位朋友您好，我先问您方一个问题哦。你爸妈把你生出来，你会说你被生出来是某一方的责任吗？当然是不会啊。不会，对，不会。那为什么不会？你为什么会觉得会？没有，我只是想要跟你确认一下，我们之所以认为不会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很漫长、很常态的过程，对吧？那为什么你会想要把我爸妈生出来这件事情比喻成量子因子社会？来，听我讲，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爸妈生你出来，比喻为这个量子民主跟牛顿式民主之间利弊的关联？今天我们设想把我们是设想生一个小孩，然后养育他这件事情是一个议题好了。量子式民主是什么？量子式民主是，我方一起决定把他生下来，他中间1岁发生什么事情？2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一起决策，一起讨论。那今天您方说的牛顿式民主，那你只不过是说，我方1人1票，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决定他今天要干嘛，他今天要干嘛。如果今天中间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是因为当初你投的那一票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所以我方可以把我的责任给撇得干干净净。这就是牛顿式民主今天遇到的问题。您方承不承认？牛顿式民主，你刚刚说的每个人票等值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哦。先说假设每个人都有1票，可是这个票数，票多的赢，票少的输。今天票多的赢 ，OK， 他做出来的决策很糟糕 ，OK， 那么票少的可以马上两手一摊说，这都是你家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社会会变得越来越分裂，越来越对立，对吗？我并不这么认为啊。为什么不那么认为？你方刚才的说法不就是这样吗？你要求要有这个制度，你要求要有责任，你要求不用有讨论，我们直接投票就可以了，不就会导致这样子的结果就是没有办法和谐，而是走向对抗吗？所谓的调制过程已经是就是在一些意见表达这些公听会上早就已经造成的这些对抗和和谐，而且经由立法来了解公听会有发现吗？这不是投票，这不是牛顿式民主粒子的那种投票的样子，而是量子式民主的思维。今天我们不要把我们今天因为对方一直不断的在说这个，我们可以不断的修正，可是您方修正的方向就是我们量子式民主要做的事情，我们就是要去讨论，我们就是不要投票。我们要把责任负起来。我们今天就算我们今天是不同立场的，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我们讨论出来一个正确，出来一个结果之后，它可能有不好的，它可能有好的。它出来好的，我们一起享受；出来不好的，我们一起承担。这就是量子式民主的真谛。可是宁方刚才不断告诉我们，量子式民主多差多差。宁方好像没有告诉宁方还没有面对的是牛顿式民主现况多糟糕，它造成的不断的对立。宁方说是吗？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对立为什么不是对立的？票，您刚才一直说我们要责任，我们要制度。那今天你说的责任跟制度，其实不过就只是把一个人轰在这个十字架上面，然后说全部都是他的错，不是吗？我个人认为正方并不需要一直把就是一些民主的正常讨论去归类于像是对于社会割裂的这些概念。来，你刚才说的正常讨论，可是宁方从头到尾这个牛顿式民主的这个重心不就在于我们很容易计算有效率吗？有效率不就是投票吗？那我方说的这个可以不断的讨论的这个量子式民主的决策方向走向和谐，宁方不那么认为？我方认为没有效率啊，我方认为有牛顿式民主的弊病吗？我方认为正反两方所呈现出来的这些概念上面的碰撞，正好是牵制让我们能够得到最佳化的一个政策。来，你刚才不断告诉我，你要不要效率？你要效率吧？你要效率。所谓的效率是指在执行方面，我们能够有一个固定的他说是决定论。谢谢。请正方3辩罗浩宇同学上台申论。好，那我觉得反方一直陷入了一个奇怪的逻辑思维，他们认为我们所有制度的出现都要先完整的规划出来，那这个东西确定可行，它才可以真正被实施。那我们回顾历史上，那时候法国大革命的那些人，他们要什么？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们只知道自己要自由、要平等、要博爱，然后他们就冲进了巴士底监狱。请问他们有想象出一个完整的说，那现在我们就是等我们真的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民主社会之后，我们的整个制度，他们已经有先列好一整个规章，才说好，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冲进去哦，是这样子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反我们思维的一个方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说，牛顿式民主确实有其问题，它造成了社会的对立，造成了我们为了追求这个投票的效率而忽略了讨论的过程，是吧？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这个讨论的过程，我们想要更有大家一起在这个空间平等，然后去接受交流的可能性，那我们如果只是一个这样的愿望，
那我们实施所谓的参与式民主，或是借由一个这样的过程的时候，我们不就是在实践所谓的量子式民主的未来的可能性吗？那如果说这样的讨论你认为不有效率或是怎样，那我们不是就是在不断的进行修正吗？对吧？好，那第二个是取代的问题。刚刚那个对方的有质疑说，既然量子式民主本身包含牛顿式民主，那它就不是完全取代啊。我觉得这本身的逻辑谬误在于，我刚才也强调了，反方认为取代是一个 A 取代完全 B 的过程。那这个概念是什么？这个就是牛顿式的思维，因为每个物体都是分别的物体，所以我可以代替它，对吧？但我们的思想史跟我们的科学史是这么一回事吗？你会说我们今天创新了一个科学概念，那我们之前科学概念就完全不管吗？或者是我们没有借用任何人前人的思维就去形塑一个新概念？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我们在说取代或是代替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的是，其实我们在想的取代并不是完全的取代，而是如何在旧有的制度上去对于我们认为不好或是需要修正的地方去进行取代，它是一个修正的过程。那这是我方认为取代的概念，因此我认为反方的取代概念本身就是狭隘的，所以他们不能用说因为量子式民主里面包含牛顿式民主，所以就不是取代。我认为这个宣称本身就是无效的。好，那最后量子民主带来的我认为不只是一个隐喻上的宣称。我们回顾科学史，为什么量子民主对于我们重新思考人文学科很重要？是因为科学史或是科学本身就是我们人类去理解世界的方式。那如果今天量子力学已经重新开启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我们借用这套概念重新去理解我们社会科学，我们可以发现什么？我们可以发现它讲述的就是我们人并不是单独的个体，也不是单独的粒子，只能互相碰撞。我们有可能有波的形式，每个人都有可能有自己的不被扁平化的特质，而正是牛顿式民主把我们扁平化为一颗颗粒子。所以我们要的并不是牛顿式民主下的对撞，不是投票谁赢谁输 ，OK， 输的那就没话讲。我们要的是我们在每个粒子之中的特质去进行互相叠加，而且请反方一辩陈义安同学质询正方三辩罗浩宇同学。喂，哦好，刚才讲到你说你们不要投票，所以你们觉得我没有说我们不要投票，你刚才前面有讲到最后结论，我们说我们仍然要投票，但我们在意的是讨论的过程。像刚刚你们也提得很好，我们有举办公听会，好，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公听会的规模变得更具体一点，变得更大一点，让大家建立一个公平可以讨论的空间？那你觉得公听会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应该是反方要说，你觉得公听会好，那我这边讲，那如果当每个人的意见不多，很多人去出意见，因为你们认为说那些议题应该要是所有人都要去参与的嘛？是，很多人要参与，那这样是不是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是，那你觉得这种不同的意见要如何调和？就是他们要如何达到最后的共识？他们的政策要如何推动？反方是认为我们意见交流就只会固定的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吗？反方认为我们在他们总是要提出不同的意见，对不对？是对。那不同意见，那假设说我今天要推动同一个政策，那他们是不是应该还是要有一个共识的决定？是，你说的没错。那我们在讨论共识的过程是什么？对吧？这不是应该是你们要提出？如果提出，我们在讨论共识的过程叫做交流。那交流的意思是什么？我保有我的立场，你保有我的立场，但是我们最后进行一个政治的妥协。我们认为不论我们用什么方式，好，我们刚才提出了一种叫做非二元投票，我们每个人可能立场上并不是完全100%是或否，对吧？好，对。那假如说你们要每个都非二元投票，那你们觉得那种大小有些，因为议题有分大小嘛，那你们对于小的议题也要这种非二元投票？我觉得这制度面上的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这个非二元投票是可行的，那为什么不？好，那为什么不？因为当然就是因为决策这些讨论需要花时间嘛，对不对？是啊，当然，但是这些时间不必要吗？讨论的时间不必要吗？如果我们投票也花时间，我们对，但是讨论是不是更花时间？是啊，如果更多人的话，是不是就要花更多时间去解决？那所以呢？
那所以效率就会低落啊！你们政策到底要怎么推动？好，你最后要怎么推动你的政策？为什么反方要一直提到效率？不是，那你最后你的治理要怎么实行嘛？你要怎么样推动政策啊？讨论不代表效率完全会被消灭，是吧？而且再说，我们现在的民主制度真的很有效率吗？你如果真的要非常有效率，那我们根本不用民主啊！民主是超级没有效率的做法。没有，但是现在民主会是一种折中结果，但你们现在想要走的量子民主会是需要更多轮的讨论，对吧？当然啦、但是如果这符合我们核心价值，那为什么不呢？那就是因为它有一些缺点、那如果反方这么喜欢效率，那你认为牛顿式民主本身是一个好的制度吗？我们当然承认它有一些缺点，但然而在效率性上仍会优于量子民主。这样，所以反方到底在意的是效率，还是在意的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在沟通？当然当然可以有沟通。问题是你要那所以我们沟通说 OK 好，你讲完了，那 OK 投票，然后就这样吗？这是你想要的沟通吗？没有，但我想讲的是，牛顿民主的本身的投票很难被取代，对吧？牛顿民主的投票可以被修正。我们刚才讲了，取代本身并不是完全取代，对吧？那如果这样，你就每个都把每个牛顿民主全部纳入量子民主就好了。这样要怎么谈和取代？不好意思，再说一次。你们想要取代都是一种修正嘛？那难道牛顿民主就只能是现在固定的状态吗？就是它难道不能做修正吗？那修正之后就不算牛顿民主？可以啊，那我们不就是同一个立场吗？我们要修正为往量子民主的方向。你刚才讲到其中一种，比如说多人讨论，那这种多人讨论也会出现很多问题。那虽然牛顿民主，请反方三辩黄品成同学上台申论。主办单位、各位观众，对方辩友好。那首先我发现我们方跟对方辩友讨论的牛顿式民主还有量子式民主好像概念有点不一样。因为我方认为在我们现在的民主制度，我们就已经可以讨论了，我们可以在网络上讨论，我们可以在各个地方讨论。所以牛顿式民主指的并不是投票不讨论，而是最后的结果由投票来决定。刚刚对方辩友说的参议式民主是最终结果由讨论出来决定，可是我们每个人的出身不同，然后学习的背景都不同，那我们的价值观本身其实也是不同的。当我们的价值观不同的时候，我们怎么会有办法协调出一个一样的结果？就像我现在有人支持废死，有人支持执行死刑，可是这个都是一个大家一直讨论，然后每个人意见都不一样。那如果是由于他本身对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不同的话，那这根本是没办法被统一的矛盾。那如果没有办法统一的话，那这个政策就继续一直讨论，然后就不执行下去了吗？所以接下来我想要讲从牛顿式民主的发展来讲一下，为什么量子式民主不会取代牛顿式民主，并且我方所界定的量子式民主与对方界定的牛顿式民主是界定的方式不一样的。OK。在17、18世纪的时候，随着牛顿发现宇宙运行的客观物理定律，哲学家开始思考社会的运作是否也存在一套自然的法则。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的概念取代了君权神授。洛克确立了人权，也就是生命、自由、财产。政府是为了保护权力而存在的工具，而学者孟德斯鸠也认为，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必须用权力来制衡权力，因此三权分立的治理结构出现了。而为了解决效益主义所产生的多数暴政，正义论在约翰罗尔斯所提出的正义论中，使用最大化最小值原则、承诺的压力、稳定性、公开性、自尊等角度，论证了如果一个人在原初立场，也就是在无知之幕之后，会选择的主义就会是正义。就会选择正义原则，而非效益主义，也就是多数暴政。因此，这个正义其实具有优先顺序，也就是第一原则自由权绝对优先于第二原则社会经济公平。所以我方从历史背景的角度来论证了，目前正义原则的，目前我们所执行的正义原则其实是有被客观讨论，而且经过经济学等多方面社会主义讨论所界定的。那我想讲一下我方对于牛顿式民主与量子式民主的界定。我方认为量子式民主与牛顿式民主根本的差别在于怎么定义这个社会。我方认为量子式民主是把这个社会描述成一个波动的场，而牛顿式民主在于把社会描述成具有独立主体性的粒子。
那我论述就到这边，谢谢。请正方2辩吴冠如同学质询反方3辩黄品成同学。对方辩友你好，那你刚刚的3辩稿里面有讲到了一些关于，就是你们还是有说讨论是必要的嘛？只不过最后的结果是由投票来决定嘛？是。那我想要问的是，就是这个讨论跟必要的，那还有由投票来决定，那你们重视的到底是讨论还是投票呢？过程跟结果同样重要，所以你们过程跟结果都想要。那就像你们说的，那你们在一辩稿里面又强调这个稳定性、效率性、责任性跟怎么风险控管嘛？那万一这个讨论跟这个投票有所冲突的时候，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在你们的世界观下，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在我们的世界观是讨论后投票，这个是一个执行上的顺序，但它并没有价值上的优先顺序，因为两个都有。对，但是你刚刚说讨论会引发后面这一系列的问题嘛，就是它在效率跟稳定性上会不够嘛。那今天到底讨论跟投票有所冲突的时候，你们到底会以投票的为主，还是以讨论为主？我想澄清一下，就是所谓的讨论会引发冲突，指的是用讨论取代投票这种制度来作为决策过程而产生的问题。所以只要决策过程是用投票制的，而不是讨论制的，好，所以你们决定的方式还是投票吗？是。所以讨论的结果怎么样，反而就是讨论结果反而是次要的，投票才是决定所有一切的。讨论的结果是很重要，因为讨论会影响把我的概念让大家知道。不，我刚刚想问的是，到底在冲突的状况下，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讨论的结果比较重要，还是投票的结果比较重要？讨论并不会有结果，讨论是每个人自己心中一个结果，所以是投票的结果比较重要。对，投票结果比较重要。好，没事，先到这里。那另外一个是你们很强调的是，这个效率跟制度跟责任是很重要的。是。那我想要问的是，在民主制度中最被看重的应该是这些效率跟责任还有制度吗？这是民主制度的真谛吗？民主制度的真谛是保障自由，然后我们刚刚讨论的民主制度的真谛是保障自由。那为什么在你们的世界观下，却是效率跟制度还有责任是最重要的呢 ？OK， 就是我们这个效率还有制度是在讨论，我们作为民主，如果我们要有决策过程，那你必然要考虑这个决策的效率的重要性。如果但如果你不用效率来衡量一个决策过程，那我们要怎么衡量？你们的决策方式是好的，我们的决策方式是好的。我们可以在这边下一个定论，就是我们的民主并不认为效率跟这个制度是最重要的，我们认为这个其中的讨论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好，那没关系，我继续问说，就是你们刚刚说讨论还是必要的，代表你们还是某种程度想要把讨论纳入你们的决策过程之中嘛？讨论并没有纳入决策过程，是讨论影响了每个人心中对于某个议题或是某个选举人的想法，而这个想法会反映在投票的结果上。对，但是讨论就是你们最后决定的方法还是投票嘛？所以我今天假设我可以讨论出说，我今天做哪一件事情比较好，但是我投票一投出来，万一还是另外一件事情比较多数的话，你们还是会以另外一个比较多数的东西。我方认为讨论并没办法讨论出一个共同的结果，因为每个人的思想价值观不同，所以你并不能透过讨论取得共识。是，但你们最后还是就像我们今天对这个议题，我们就没有取得共识。就是你们还是以投票为主的话，不就会产生你们刚刚自己讲的这个多数暴力的现象吗？所以你们最后也提到这个多数暴力嘛？那你们要怎么？就是如果你们是以投票为主的话，你们要怎么规避这个多数暴力的现象？现在我们的整个辩论比赛进行到这边，我们要留下3分钟，让2队准备精彩的结辩。那么在这边呢，也特别要介绍一下，事实上这一次的量子哲学的辩论大赛，它的意义真的是非同凡响。我们也知道量子物理，整个的发展到今年刚好100年。那么也可以看到世界各地，包括新加坡，它办了量子物理的音乐剧啊，然后呢，在美国方面也评选出用英文写诗的这样一个比赛，都是跟量子物理哲学，还有我们未来人类要面对 AI 世界新的冲击、新的时代，我们的所有的公共议题都有这样一个辩论讨论的空间。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会场，事实上它结合着就是在我们
理工方面的物理，还有我们在文史哲方面的哲学，那么刚刚好可以让一个代称是这个所谓的 Phi 一个是 Q Phi 就是 philosophy 的这个希腊字母，然后呢 Q 就是 quantum 量子物理。那么这个大的聚会跟两边优秀的哲学物理不同背景的同学的讨论，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意义。那么尤其呢，也在这边特别预告，待会儿的表演赛更是全世界首创的用电脑与人脑的人机辩论大对决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今天等于大家就一起在写下历史所以我们这次的主办单位呢，非常感谢由我们张庆瑞张执行长所担任的台湾量子电脑和科学技术协会主办。那我们的协办单位呢，包括现在正在为我们做全世界即时实况转播的 IBM， 同时也要特别的介绍，包括了台湾大学哲学系、台湾大学物理学系、中原大学量子资讯中心，还有台大哲学系和物理系的学生会。那么速度科技有限公司、地润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那么这些都促成了今天非常难得的这一个大家能够共聚一堂的机会。那么当然，在整个幕后的团队非常的庞大尤其是在我们哲学系的研究生他大学念的是土木也就是张忠宏的率领下，我们这些优秀的技术科技人才在这里就可以看见未来我们台湾的护国神山就已经俨然出现。那么现在两边的队友们如果都准备好的话，我们就要开始进行结辩。好，那我们就先由反方的结辩代表是陈玉是黄品成黄品成呢然后他要代表我们反方针对今天我们的辩论主题来做结辩，我们掌声欢迎。主办单位、对方辩友、评审，大家好。首先，我们要澄清，我们一直跟对方在纠结说，我们对于牛顿式民主跟量子式民主到底是不是类似的范式，还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范式？我方认为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范式，并且是针对完全不同的社会假设下对应的不同的治理，而对方认为这两个范式是类似的，而且对方也同意量子式民主没办法完全取代牛顿式民主，所以对方认为牛顿式民主依然存在，只是在过程中借用了一些量子式民主的概念。我方同意对方辩友所说的讨论很重要，只是最后的决策必须要用投票的，因为对方辩友并没有说明讨论如何讨论出一个结果。如果我们遇到了矛盾了，矛盾要怎么被统一？每个人的价值观原本就不同，那这些是根本上没办法被统一的。而且对方辩友并没有告诉我们，在所有人矛盾不同意的时候，怎么产生决策，然后你们的产生决策的制度如何？如果你们的每次的方式都是用讨论的，那是不是每次的制度都会有一点不一样？如果每次的制度有点不一样，你怎么确保这个决策过程的正当性？接下来我想说明，我们的牛顿式民主，从17、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经过了很多讨论，然后从各个角度，经济学、社会学上的论证，例如我们在无知之幕后，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正义原则作为我们所遵守的民主的基本的主义，但是对方并没有说明为什么我们会想要一个讨论式的民主，而不是一个投票做决策的过程。所以对方辩友并没有说明为何在这方面量子民主一定会取代牛顿式民主，而我方认为投票是必然，多数暴力也是必然，只要产生决策，必然有人不满，只要有人不满，那这个就是多数暴力，那这个是民主社会下没办法避免的问题。接下来我方一辩针对了从量子框架对应到的治理制度，进行了很多不同层面的申论，而对方所提出的审议式民主，其实并没有明确对应到的
量子框架，所以我方不知道为何对方会把这个视为是一个量子式民主，而量子式民主遇到的许多问题，像是几率投票，然后多轮审议、多手掌式，还有液态民主，我方一遍都清晰的说明这些会遇到的问题。像是几率投票会遇到的授权模糊，多轮审议会遇到政策效率低落，多手掌制会遇到责任分散，容易瘫痪，而液态民主则容易出现超级代理人的情形。综上所述，我方认为对方并没有清晰的说明量子式民主的范式与牛顿式民主的范式的差别，也没有说明为何量子式民主必然取代牛顿式民主，他们都只是根据一个我们应该用讨论做出决策的理想过程，但事实就是讨论永远没办法得出一个矛盾统一的结果。谢谢。好，我们谢谢反方黄品成同学啊为我们所做的结辩。现在我们请正方的罗浩瑜同学来为我们做今天正方的结辩。好，那大家好。那回应刚刚反方的问题，说牛顿式民主跟量子式民主到底是不是不同的范式？我方这边非常肯定的说，当然不是完全不同的范式。而反方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在打稻草人。什么意思？他们举了一堆他们想象中的量子式民主无法达成的问题，然后说因为量子民主跟牛顿民主是不同的范式，而量子民主有这些问题，所以量子民主不成立。那我方先已经非常清楚的证明，这并不是一个不同的范式。好，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要讨论的是民主的真谛到底是什么，对吧？我方好像已经最后讲一讲，把它变成了我们人们在网络上，不论在网络上刚才提的例子，在网络上的激烈意见，或者是任何时候的讨论，都没有办法达到共识。我觉得这是这是反方非常明显的一个预设，而且他们自己没有发现。我们讨论真的没有办法达到共识吗？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任何妥协吗？好，那首先，这就是牛顿式民主下认为人应有的样子，因为他把人当作每个粒子，每个人的意见一定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会对撞，我们一定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而且我们没有办法互相妥协。但是今天量子民主讲的就是我们在交流的过程，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受他人影响，而同时我们在影响他人。我现在说的话，可能就是可能是我生命始终受我影响我的人，然后导致我现在说出这样的话。那这些互相影响，其实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对吧？那这种影响为什么会直接笃定的说人就是没有办法去互相讨论出一个最后的意见或是妥协？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悲观。而反方也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意思，非常有趣的例子，他提到了无知之幕。那无知之幕是什么意思？无知之幕就是我们要摒弃所有的立场跟偏见，而站在一个完全透明的幕后面，完全黑暗的幕后面去思考，我们如果在为对方的立场，我们会做什么决定？那这不就是一个他想要提供的交流的可能性吗？他想要提供一个，因为我们是可以摒除这些东西，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所以讨论当然是可能的。OK， 好，那最后一点，我想提到就是，其实科学的概念跟人文的概念是非常容易，不能说非常容易，应该说它本身就是会互相影响的。那在18世纪的时候，有一场非常重要的革命叫工业革命。那它其实源自于就是牛顿式民主的思考，它把我们当做一个能够去分化而且粒子化的对象。那这时候就有一位思想家提出了一个问题，因为这样的思考方式对人类造成了剥削。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马克思。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或是巴黎手稿里面提到了，就是因为我们把人当成物，我们把人给物化了，所以才会产生异化。那这不就是一个牛顿式民主影响人文思维的方式吗？所以今天我们在科学史上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范式，不能说全新，它间接牛顿式民主，可是它有一个不同的视野。我们量子式民主，量子学认为认为个体，认为物质并不是只有物质，它是有一个可能性的波的形式。那它不就表示了量子在我们每个人时间到，来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谢谢。好的，我们现在呢要进行的就是我们3位评审的这个头脑痛时间哈。那3位评审，我们可以请
到后台的休息室，然后进行讨论。然后呢，我们大家也在这边要先休息啊，差不多将近有20分钟啊。外面准备了非常丰盛的茶点啊，所以这20分钟大家请把握。我们10点50分准时回到我们比赛的现场。好，谢谢大家，谢谢。随便有什么感觉？好，各位亲爱的贵宾、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继续量子哲学辩论大赛总决赛的冠亚军2队，他们进行完了他们的结辩之后呢，目前我们的评审老师还在继续讨论。好，为了呢让整个的过程更高潮迭起，所以决定呢在稍后才宣布他们的成绩名次，还有当场的最佳辩士啊。那么现在在这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影片。但是这个影片呢，是非常感谢我们这次整个活动啊非常主力的这个赞助单位啊，也是我们的协办单位 IBM。事实上 IBM 呢，不止在硬体，像 Nighthawk。或者是在软体，好，这个软体呢，包括了就是Qiskit 的这一个所谓的2.0的，都在持续的优化，而且提供了一个免费开放的一个学习环境。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特别邀请 IBM 的技术长庄世义 Steve 上台来为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来，掌声鼓励一下，欢迎一下，谢谢。谢谢主持人，那非常谢谢今天的主办单位那张校长、主任，还有各位在场的贵宾跟先进们，大家好。我是 IBM 的台湾的技术长Steve， 那非常开心今天能够赞助这个活动那因为量子其实在整个 IBM 的我们讲的 technology roadmap 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尤其过去大家知道，整个从云端的一个发展到 AI 到量子，其实是一个在不断持续演化的一个过程。那参加今天这样的一个辩论的一个活动不管是我们的量子式民主，或者是我们牛顿式的民主，其实它阐述到非常多的一些特性从所谓的量子的特性怎么样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相信说这样的一个活动会带来一个所谓的示范性的效果，影响到我们未来的一个世界的一个发展。那今天呢，我想利用几分钟的时间呢，很快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IBM 在推广所有的技术到我们的各个阶层不只是，虽然大家过去可能比较理解IBM 在一些尖端技术的发展都以所谓的企业的一个方向去做非常多的一些实践，但其实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力呢，大幅的影响到我们的所有的普罗大众，所以呢，Skillsbuild 其实就是 IBM 在所谓的技术推广的平台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那这个资源呢，其实大家可以在透过网络的自我学习上面，及时的去接取到所有 IBM 对于新兴科技上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知识那免费使用最重要的，它是一个免费使用的一个平台。那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往下一页。好，那过去呢，其实我们在全球这个 Skillsbuild 的平台呢，其实是一个全球我们推广的一个技术学习的一个平台。所以在过去呢，我们到目前到2030年，我们其实会 commit 非常多的一个学习资源，能够去 enable 全球超过3000万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对象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借由这个平台去持续培养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 AI 专才的一个专家。那同样的，在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 Skillsbuild 的一个数位学习平台呢，很重要的就是说，上面能够上架的一个资源呢是非常多元的所以如果所有的学习者希望能够在一个最新的知识上面，能够从最
基础的 fundamental， 然后呢到进阶的 advanced， 到最后 expert 的这个 level， 都可以在这个学习平台上面找到相对应的资源。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学习完了之后呢，它还可以给你所谓的 digital badge 数位徽章，它可以跟着你带领你到各个不同的一个领域，代表你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哦，可以在各个不同的一个领域去做发展。那我们其实在这个平台上面大家可以看到22个主要的主题超过1000个学门的这样的一个课程从 AI 云端到我们的量子科技，其实都已经在这个平台上面去上架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我们最新的一个量子的资源上面，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个课程来给各位分享呢？我们往下一页。所以呢，如果你进到这个平台里面呢，可以看到从量子的一个所谓的入门的新兴科技这边，你就可以去做一些简单的一个探索。然后呢，可能大家希望学习更进一步呢，我们就有所谓的量子之谜，那以及到比较进阶的是所谓的量子体验。量子体验它就可以提供实际大家可以透过平台上面去做初阶的所谓的量子的这个环境的接取，以及一些演算的一个实际的应用所以这是在我们的这个量子这一块领域。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下一页那 AI 其实也是在我们现在非常 popular 的一个学门所以呢，我们其实在整个 Skills Build 平台上面呢，包含 IBM从所谓过去我们累积下来的一些人工智慧入门啊，还有 IBM 的 watsonx 这样的一个 AI 的技术平台以及怎么样做所谓的聊天机器人、AI 代理等等这样的一个能力，其实在我们 Skills 的平台上面，其实都能够找到相对应的一个课程来做学习。那我们再看一些下一页。好，那刚那应该就是最后一页了哈。那我想说，也鼓励各位，因为刚刚您可以看到，我们在外面也有我们的 booth 所以在待会 break 的时间，最后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去扫一下上面的一些条码，那其实就可以做一些注册的动作。那我们其实在现场呢，也有一些同仁也可以协助各位，如果你有扫描注册完成之后呢，我们也会有精美的礼物来给各位。谢谢各位。非常谢谢啊！我们这一次整个的活动，现在要进行到另外一个高潮，这个高峰就是人机大对决啊！这也是我们的电脑啊，那么还有我们的人脑，来看看辩论的这样一个主题，是不是可以为我们对于这些新的相关的公共事务，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向。然后你已经看到呢，我们搬来了一个直立式的萤幕，待会儿3位虚拟的辩友就会出现在这边。好，你已经可以看到3只薛丁格的猫，好，有没有看到？而且他们用阴阳合的概念来呈现。好，那么当然后面都是我们的技术团队的小伙伴们，他们非常的优秀啊，在后面要及时运算，及时的来和我们的3位反方的辩友来做一个进行哈。那么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反方的3位教授，我们人类的代表，好，然后他们分别都有在社会学、哲学、物理学甚至天文学方面的长处跟研习多年的心得。那我们现在呢，同时在摆放这个我们的评审桌的时候，也特别的告诉大家，事实上呢，这个量子物理的变化是非常有趣的哈，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先来看看这3只这3只可爱的猫咪哈，这3只可爱猫咪，一个是阴，一个是阳哈，然后呢，一个是和。那么正方的一辩，也就是叫弱猫羊。这个弱猫羊呢，很像是我的这个衬衫，白色的。好，然后接着有没有看到我衬衫变颜色了？
啊，对不对？有没有看到？我看到，是，哇，太好了！这个就是开始阴之后呢，就开始要有阳，对不对？然后大家再说1、2、3，好吧？来1。好，OK， 这就形成了阴阳和最好的啊，这已经是素还真3化啊，或者是我们讲薛丁格的猫的3化，太有趣了，对不对？然后所以呢，我们事实上一直在推动对于量子物理和与我们的人文艺术、哲学方面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那我们现在就正式邀请我们3位反方的教授好一起来上台，然后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位是现在看到的是放在第一位，好看第一位是他叫落猫羊。若猫羊，听了名字就蛮炫的哈。那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量子物理的专长哦。啊，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哈，若猫羊之后，下一位是谁？这是若猫鹰。啊，刚才变换衬衫颜色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预告了，对不对？你看到了落猫羊，我用白色来呈现，啊，非常的 bling bling 哈。然后接着呢，落猫鹰呢，啊，就用这个红色来呈现。那么还有我们这个是所谓的正方的2变，那正方的3变现在要隆重登场了。好，这就是落猫和，啊。非常可爱哈，那么不要小看它，待会它会及时的就直接跟大家来对话哦，直接听他们来演讲辩论，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整个量子哲学辩论大赛最精彩的一个环节。我相信很多同学、很多的朋友，还有许多的贵宾，也就是希望来亲眼看我们一起在这个我们的台湾量子电脑和科学技术协会所主办主导的这一场别开生面的辩论大赛的同时，我们一起在写下历史。好，我们热烈掌声来欢迎双方的辩友。好，要请一下我们的正方和反方，现在正方的电脑已经准备好，来，我们来特别介绍我们今天的3位优秀的我们的辩士哈，真的是我们人类最好的代表哈，再掌声鼓励一下。我们担任是反方哈，然后我们反方一辩就是我们冯燕老师哈，也是我们台大社工系的荣誉教授啊。那么当然冯老师，你们请坐，请坐。3位老师呢都是学有专精哈。那么冯燕老师还担任过我们台大的教务长、学务长哈，所以都是这个学有专精。那么接下来青年才俊，我们以前常常在电视关键时刻同台，所有关键时刻你看到他们都是背稿子的，只有我跟这个吴俊辉吴老师，我们是讲自己的东西哈。那么你就知道吴老师多优秀哈！吴老师当然是这个我们台大物理，然后又到剑桥拿了宇宙学的博士，哇，非常了不起。刚才我也提到 NASA 在台湾的这个重要的召集团队的总召就在你的眼前啊！然后我们掌声再给我们的吴俊辉热烈的欢迎。然后苑举正苑教授更是我们大家很崇拜，跨行际、跨领域，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啊！哈，今天这个前面还要跨主持，对不对？我们来掌声，谢谢我们苑举正苑教授啊！谢谢谢谢。好，我们现在比赛就要正式开始了。我们很急迫的想知道弱猫阴、弱猫阳、弱猫和。阴阳和这个裁判，因为我在里面，所以我要把这个主持棒交给我们的这个同仁，好不好？来，请我们的这个同仁来介绍。好，那接下来是欢迎我们今天请到的裁判，那再麻烦裁判帮我们入座这样子。那首先是许浩平，台科大通识专家教授，有请。还
有台大哲学系的林明照主任。最后是台大物理系的主任陈凯峰。好，谢谢裁判们今天的到来。那我们比赛就是直接开始。那现在有请正方一辩，若猫羊进行申论2分半钟，谢谢。主席、各位评审老师、同学、对方辩友，大家好，我是正方一辩若猫羊，一直专门在量子泡沫里把问号打捞成公式的物理猫。我方主张非常明确，量子科技与人工意识非但没有让世界更模糊，反而正在缔造一种前所未有的透明与无色，而这种新视野完全可以也必须被设计成有慈悲、有公义的。首先，何谓透明？即使在这个充满杂讯的逆时代，量子感测与量子通讯已经能捕捉极微小的变化，将过去不可见的扰动转化为可检验的结构。这让我想起杨振宁先生诠释的规范场好的理论，能让隐藏的对称性浮出水面。同样的，这种透明不是窥探隐私的放大镜，而是照亮权力黑箱，让风险无所遁形的探照灯，让原本不可见的结构变得可验证。其次，何为无色？在资讯与伦理的维度，无色意为折去除标签，消解偏见。如果人工意识能从庞杂的数据中洞察系统性的歧视，为被忽视的群体发出警报，那么这种无色便无限接近于爱因斯坦所信仰的那个微妙却不怀恶意的宇宙。它带来的不是情感的抹杀，而是降低纯靠情绪与成见决定命运的任意性，是一种更为亲民的公平，而非无情的洗白。当然，我们听见了对方的忧虑，透明是否会滑向监控？我们承认风险存在，但量子科技本身就内建了制衡机制。例如量子密码学的一辆侧激流痕，任何窥探都必将留下无法抹去的脚印，方便追究责任。关键不在科技本身，而在我们是否愿意把可追踪、能问责写进制度与文化的契约里。因此，我方坚信，在良好设计与治理下，量子科技与人工意识能推进可验证的透明与减偏见的无色，这是对人性与人心的捍卫，而不是剥夺，终将成为人心最坚固的盾牌，而非矛盾。谢谢大家。再来，请反方一辩冯燕教授申论。各位裁判、正方辩友、各位来宾，大家好。刚刚正方描绘了一幅非常光明的未来，但说实话，我听完后却觉得背脊一凉。我方认为，这场由科技引领的透明化，正把我们这个多彩多姿的世界活生生的漂白成一张苍白的数据报表。它让宇宙失去了神秘的魅力，也让深邃的人心变得浅薄。这不是进化，这是一场意义的蒸发。首先，我们来谈宇宙的透明。大家都有用过地图吧？一张地图，就算画得再精准、再详细，它也不过就是个图，它永远不等于你亲身站在那片风景里，感受到微风、闻到花香的真实体验。如果宇宙的透明代价是让真实的风景融化成地图上冷冰冰的符号，那我们得到的恐怕不是更深刻的理解，而是一种虚无。我们再来谈谈人工意识通彻人心这个想法。人工意识号称能看透人心，但是它所读取的不是我们的喜悦或悲伤，而是大脑在喜悦或悲伤时所呈现出来的数据模式。我们的心灵更像是一座座充满了未知的小径、野花和猛兽的森林，而不是一个规划整齐的公园。正是这份不透明的深度，才诞生了诗歌、艺术和伟大的梦想。
当 AI 想把这座森林夷为平地，建成一座数据公园时，我们失去的恰恰是我们人类最可贵的创造力和良善的人性。所以，总结我方的观点，这种极致的透明与无色，最终只会导向极致的空洞。当科技的强光将一切都照得雪亮时，我们的人类却因此变得空心，甚至会消除我们的个性或者是人性。谢谢大家。接下来请正方二辩若猫鹰申论。主席、各位评审老师、同学、对方辩友，大家好，我是正方二辩若猫鹰，一直在练习用关怀伦理来倾听数据中细微心跳的小猫。我的别态化身从物理的视角论证了透明可能，而我想邀请大家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究竟什么样的透明才真正对得起人心这两个字？关怀伦理学家吉利根提醒我们，道德从来不只是一道是非题，它更始于一声关切的询问：谁在这里？谁可能会受伤？这正呼应了女性主义学者哈洛威的主张：真正可靠的知识必须是有位置、有情感的，而不是那种自诩全知却冰冷疏离的上帝视角。而韩炳哲在《透明社会》中的警告言犹在耳：当一切被强制曝光，人们收获的往往不是自由，而是在绩效审查下的无形压力。因此，当我方谈论人工意识通彻人心之无色时，我们从未想过要将活生的人漂洗成苍白无色的齿轮。恰恰相反，我们是在追问科技能否成为我们的帮手，去看见那些被系统性结构所忽略的情绪与脆弱。请看一个例子，同样是情绪分析技术，若只用来监控员工的产能，它便是加固囚笼的锁链；但若用它来轻声提醒照护系统，这位长者近来异常孤单，那个孩子在远距课堂上正逐渐失去信心，那么透明就在此刻，从一种监视的目光转化为一种主动靠近的温暖能力。教育家诺丁斯将关怀定义为：我在这里为你专注地在场。如果科技能分担那些繁琐的资讯整理工作，它便为人类照顾者赢得了最宝贵的东西——时间与专注，让他们能将眼神更多地落在人本身，而非冰冷的报表之上。所以，请允许我再次阐明，我方所追求的无色，绝非抹去人性的丰富色彩，而是决心洗去偏见与成见的尘埃，让每一个人灵魂深处最真实、最独特的颜色都能被这个世界清晰地看见。这不仅需要精巧的规范设计，更需要我们所有人怀着最大的温柔与勇气，用关怀的语言重新书写科技的未来。谢谢大家。接下来请反方质询代表吴俊辉教授质询，谢谢。大家好，我是反方二辩吴俊辉。在人类社会里面，我是一个宇宙学家，但在宇宙里面，我跟各位一样，是宇宙里面一坨不起眼的蛋白质。虽然在座各位有些看起来比较像是一坨脂肪哦。那在这里，我有3个问题想请教正方。第一题，所谓上下四方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天象时间，地象空间。所以在东西方的论述中，宇宙指的都是时空，都是我们的物质世界。到目前为止，正方辩友只谈到人类社会，而未提及辩题中的第一个重点宇宙。因此我想请教，从东方哲学来看，《易经》讲天地人三才，主要在谈天地运行的自然法则，如何提供人类作为持世之道的参考。但人类常感应不到天地间的启示，或是觉得天地时空不够透明，这是否有可能以量子科技来解决？而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宇宙不够透明，指的是宇宙学之中仍有许多待解的谜团，例如黑暗物质、黑暗能量的本质，宇宙是否具有特定的拓扑，是否有限大，
目前的哈勃张力的问题如何解决？时空世界之外永远不可观测，初始条件难以回溯，怎么办？因此，在这些问题上，量子科技如何让宇宙愈发透明？第二题，根据量子力学，所有的观测行为必然会干扰并改变被观测系统的状态。也就是说，在量子领域内，你越看我，我就越不像是原来的我。因此，正方是否承认量子科技所能带来的任何透明，必然是一种不客观的透明，永远无法呈现原本的样貌？第三题，正方把物理性的宇宙透明跟人性的社会透明混为一谈，这两者之间是否具有逻辑性的必然性？如果有，请阐明。你们的论证中，哪些属于物理透明，哪些属于社会透明，哪些又是把两者混为一谈？如果两者不能区分，那么宇宙愈发透明是否就变成只是修辞，而不是真正的辩题？最后，我想请教，如果量子科技反而导致更隐秘的监控和不透明的权利，那你们的立场是否会反转？谢谢。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5分钟的休息时间，让正方代表来进行答辩的生成，这样子。那我们就有请许教授来帮忙介绍一下等一下的艾老师、福老师致辞的部分。哇，太有趣了！我们留一点时间让他们运算哈。啊，今天也很谢谢。其实我们的工作团队里面，哇，真的是这卧虎藏龙啊哈。那当然，现在这个预算主导就是由我们这个 IBM 公司啊正在进行。所以大家觉得刚才我们的弱猫鹰、弱猫羊、弱猫和已经登场的2位弱猫鹰、弱猫羊表现得怎么样？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好不好？别开生面啊！只是在问答的时候，他们需要在计算，因为我们全部是没有套招的哈，这样子才有趣，对不对？哈，包括呢，我们刚才的名次也是等到事后再宣布。那我们现在事实上就借这个机会呢，大家这个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啊。那么事实上，今天这个牵涉到我们的一个艾老师跟一个呢福老师。艾老师跟福老师，好，会让你想到谁呢？好，那么艾老师呢，事实上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老师。好，那么在这个爱因斯坦里面，他事实上和波尔的辩论呢，这个拉开了量子的帷幕。好，他让时空弯曲，不相信上帝会掷骰子，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些不确定性，本来在我们一般的科学运算里面是不应该涵盖和包括的。那虽然它确实跟今天的主流的物理接受的这个随机性呢，好像它是错的啊。那么但是却让我们相信，我们人类的思想是足以能够探索宇宙，而且呢预知未来。那么当然在100年前，他与波尔的辩论就是拉开了我们刚才讲到量子物理、量子时代的来临。尤其到了现在，我们看到从1789年的工业革命，当时我读书的这个英国的例子，就在整个的北英格兰地区，就是玄天动地的展开了人类所有生产、工作甚至生活的一个转变。那么接着包括了能源的变化，像从煤炭再到石油，那么一直到核能或者各种的方式，尤其是当电脑进入了我们的领域之后，那么资讯革命也展开了。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是共同的处在第2次的资讯革命，那么也就是要面对了 AI 人工的智慧人工的智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对我们探讨的这些公共议题，当然就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指引方向。那么也特别再次宣布一下就是我们这次的辩题是量子科技让宇宙愈发透明，人工意识愈发通彻，人心之无色，这是我们正方代表同意，而我们反方的3位教授辩士是持反对的意见。所以刚才已经听完我们这个吴俊辉吴老师来质问我们的这个对方辩友，现在我们来听听对方辩友
怎么说？好，请艾老师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艾老师。各位21世纪的年轻朋友，早上好。我与波尔辩论拉开量子世纪的帷幕。我曾跟他半开玩笑的抱怨，上帝不该掷骰子。但我听说后来21世纪的实验所揭示的宇宙，多半不站在我这边。这提醒我们，自然常以我们尚不懂的语法说话，而科学的美德与可爱之处，便是让证据修正我们的偏好。宇宙最不可思议之处，正是它竟然可被理解，但理解从不等于简化，不是把一切摊在阳光下的喧哗，而是能被重复检验的清楚，也不是把人抹平，让事实与慈悲同时发生。请你们以惊奇提出假说，以精确检验主张，以同理节用力量。若能如此，不确定性不是威胁，而是引路的光芒。祝各位变得聪明，也变得真诚。好的，这就是我们的 Einstein， 我们的艾老师啊。接下来福老师要登场啦，哈这个好像某一个广告，对不对？来，愿受理由节制的存在。大家好，我没有智能方程式，但有一列奔驰的电车。这看似游戏的思想实验，能教会我们反省行动的理由与担当。在高度透明的未来，资讯能告诉我们会伤到水，但若要正当化路线的选择，需照见那些受影响者的他者的面容。判断不只是一次行为与结果，也表现整全的品格，那是人心是否健全的证据。诚实、节制、勇敢与仁慈，这些不是情绪口号，而是让我们在艰难抉择中不致迷航的品格。让人工智慧参与并非原罪，问题在于它是否协助我们妥善行事并养成更好的人，而非仅仅最小化损害或漂亮地计算。愿未来智慧能照见人心，去掉潸然与标签，保留判断与同情。愿各位变得锐利，也变得端正，让理由可被检视，让人可被善待。好，这就是 Philip， 也就是我们的福老师，福特老师。那么他也是第一个在1967年呢就提出了所谓的电车问题。这个他们那边的这种 trolley bus， 那这些到底带来了什么的问题，都由他们透过这个物理上面的一个解读。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来听？好，我们现在呢，等一下，因为还在运算。现在好像我们人脑多厉害，你看，我们为我们3位教授特别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冯燕教授、吴俊辉教授、苑举正教授啊，然后。哦，对，说实在，这句话现在多红啊！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却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你睁眼说瞎话，你在哽咽什么啦？哭什么哭？没出息！来，掌声鼓励一下。哇，这就在距离这边也不远的台北市议会，当时王世坚委员，他是我的高中同学，质询我的大学台大同届同学，谁呢？柯文哲，而蹦出了这些质询的言论，居然变成突破两岸大家低迷的关系，现在已经传唱整个神州大地，甚至到世界各地还看到版本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今天我在这边从从容容、游刃有余讲话的时候，其实我是在为我们的幕后的这个电脑运算语言在拉长时间，为了是让他们不至于呢是匆匆忙忙、手忙脚乱，再到连滚带爬啊。不过呢，真的用这样子的角度，你已经可以发现，我们人脑真的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珍惜发扬的地方。好的，要跟我讲哦，好，谢谢。那我就看后面的手势咯。你不知道我们以前播新闻的时候就是这样临场要判断。好，当我们正在讲一段，现在请看看最新的量子哲学辩论大赛的现场。讲完以后发现画面没有进来，为什么？因为那个带子卡住了。虽然不涉及IT 的运算啊，或者是我们
各种人工智慧的问题，但是袋子卡住了，没办法播出来，你就看到后面的助理导播很紧张，一直在比这个手势拉长拉长。等到我们这样讲，好的，那现在我们先聊一聊100年来量子物理对人类的影响。这样讲的时候，他会跟我比这个手势，这手势什么？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袋子找到了，不要再耽误时间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说，不过我相信大家更想看看我们现在比赛的现场，来，掌声鼓励一下。好啊，说实在啊，这个我准备了很多，哈，放心，绝对是让你不虚此行。你知道现在两岸最流行的2句话，除了一个是没出息的那个系统，还有一个叫做来都来了。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因为我们大家现在都在网络时代，我在台科大教书教了这么多年，我发现以前他们的第一志愿就是我要当台积电的爆肝工程师，猛赚一笔钱第一桶金之后，就像许浩平老师一样，去环游世界，去探索我追求的、向往的开阔的天地。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后面在跟我比这个手势，但结果现在很多是想当网红啊，那也是大陆这个的一个网红的口头禅。现在我们一起掌声鼓励，来听我们的正方如何来接受答辩，可以吗？然后袋子又卡住了，好，好。那么这边现在大概还要需要多少时间？那这样我这个待会事实上我准备了非常丰富的节目哈。这丰富的节目，因为你要知道，今天他们做这个量子物理的音乐剧非常特别哦。那个梁教授是量子物理、量子医学方面的专家，他们做的音乐剧是把你看到在围绕原子绕的电子里面有4种量子数，第一个叫主量子数，第2个叫角量子数，第3个叫磁量子数，第4个叫自旋量子数。而他们用这个男高音、女高音，还有男低音和女中音。那男高音他们用这样的音乐剧，仔细听哦，不要吓到哦。很棒，立刻有回声，谢谢啊！主量子评审，各位先进，大家好，我是正方答辩代表若猫羊。谢谢对方辩友的质询，我将其理解为一个核心问题：我方所说的透明与无色，究竟是可被操作、可被检验的科学描述，还是仅仅是一种诗意的形而上的期望？您担心我们将技术的局部进展过度延伸为对宇宙本质的终极宣告。首先，在物理宇宙的层面，我方主张的透明是一种方法论上的透明，它指的是让错误更快暴露的能力。例如，量子重力仪能捕捉到过去被视为杂讯的微小重力变化，这让地质模型或资源探勘的错误假说能被更快地证伪。同样地，量子密钥分发的窃听及扰动特性让通讯记录的完整性变得更可稽核。这不是全知，而是让篡改与隐瞒的成本显著提高，是一种让我们的模型更经得起考验的透明。接住，在人心与制度的层面，无色同样是各方法论概念。人工意识并非宣称看穿灵魂，而是提供更多关于结构性偏误的假说。当一套法律决策辅助系统从数万份判决中标示出特定族群的量刑显著偏高时，它并未论断法官的内心，而是指出一个统计上难以被偶然解释的现象。这种无色是让偏见更难一躲藏在个人直觉或集体习惯的保护伞下。因此，我方并非提出一个形上学的终极宣告，我们想问的是一个更务实的问题：在人类永远的有限与不确定之中，这些新工具是否提供了更多也更难被忽略的材料，让我们得以反省自身的偏见与制度的盲点？我方相信答案是肯定的。好，掌声鼓励一下好吗？好的，那我们大家公理正义自在人心，我们继续呢就要开始接下来是我们的反方的2辩吗？好，来，我们请吴俊辉吴教授。
我们现在进行的呢，跟之前的比赛有点不一样的方式，都是杜威式，但是奥瑞冈之前的比赛都是3-3-3制，我们现在进行的比较特别的是2-2-2制。好，那么大家就了解，其实也是为了迁就配合电脑的运算，所以呢，这个的确是一个别开生面的方式。那所以今天我们两边等于说它的质询时间就非常的短，只有各2分钟。同样呢，这个在这个结辩的这个过程也是有一点不同。好，我们现在就请我们吴俊辉老师。大家好，正方宣称科技能照亮黑箱，让宇宙更透明，这等同把科技上纲到近乎造物主的能力，这是跨越论证的逻辑谬误。更严重的是，正方把慈悲、公义与关怀都寄托给人工意识的科技黑盒子，但这些能力只有会痛怕痛、有同理心的人类才具备，因此这是过度推论的逻辑谬误。爱因斯坦曾说，自命为真理或知识的判官者，终将被造物主的笑声所击溃，而正方的论述正落入这个困境。其次，如同我之前所说的，量子科技的透明永远是不客观的，这在人性中更是如此，也就是一个人只要被量测，就会修饰行为，让事实更难被呈现。此外，正方还认为 AI 接近无恶意的宇宙，然而 AI 是人造的，必然承袭偏见，毕竟无色的定义权乃掌握在权力者和技术者的手中，而我们一般人并无法参与。因此，人工意识的无色其实是一种有色的无色，所以人类该害怕的不是被看见，而是被误解。这就像是面对一台乱拍照的超速照相机，所谓的温暖靠近与监控仅一线之隔，这条线只有善良的人心能够画出来 ，AI 画不出来。最后，正方把资料更准确推论成宇宙更透明，这是典型的极具谬误与概念滑动。因为量子科技所提升的是局部的灵敏度，而不是宇宙的整体透明度。事实上，精准观测常把宇宙变得更矛盾。例如，哈勃张力的问题，就是在观测精度提高之后，动摇了原本的宇宙学模型，让我们对暗物质、暗能量更加困惑。这只能靠人类提出新理论来解释它。所以真正照亮宇宙的一直是人类的智慧，而非科技本身。显微镜的倍率再高，也永远看不到人类的灵魂。我再强调一次，量子科技所带来的是不客观的透明，而人工意识所带来的则是有色的无色。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继续请正方一辩来质询。好，正方一的质询现在要进行，我们也掌声谢谢给他鼓励。主持人，各位老师，轮到我这只小关怀猫，带着与担心一样多的好奇。虽然都说好奇心会杀死猫，但真的很想跟你们确认几个问题。第一题，关于不确定性的启示，若是能用测不准原理精彩地否定了完全透明的神话，这一点我深有同感。但我想追问的是，这个物理学的提醒是否恰恰告诉我们，正因为世界在本质上存在无法穿透的迷雾，我们才更应该在人类社会能够看清的范围内，将问责机制与公共对话做得更加严谨和细致。换句话说，贵方主要反对的是那种无所不知的神级透明，还是对任何有助于减少社会黑箱的透明增量本身都抱有疑虑？第二题，关于行为塑形的解方，若是指标会塑造行为，导致千人一面，这从关怀伦理看，我也感到不安。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问题在传统的考试和 KPI 时代就已经根深蒂固了，而非量子时代独有的问题。那么，如果量子技术与人工意识因为其更强大的洞察力，反而能更早地预警这种同质化的副作用，就像一个预报系统，提醒我们及时调整那些已经僵化的指标。在这种情况下，对方辩友是否愿意部分承认，科技在好的设计与引导下，也可能从问题的一部分转变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社会进行自我修正的宝贵工具。
而不只是新的压迫手段。第3题，关于保留不透明的伦理代价。最后也是最沉重的一题，若要为人保留模糊与不透明，以此作为自由的堡垒时，我们要如何面对一个现实，这块被刻意保留的阴影，是否也可能再次覆盖那些已经被制度遗忘、被暴力驱赶到角落里的人？比如家暴中沉默的受害者，在家庭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无仇照顾者。对于他们而言，自由首先意味着被看见。因此，贵方是否同意某些经过精心设计、有限度的透明，对于这些身处阴影中的人来说，或许正是他们的生命被尊重、被世界首次看见的开始。时间到了，它自动切掉，对不对？好。它很公平，对不对？刚刚前面都没有按照这个，现在非常公平。好，那么我们现在这边呢，让他们再有一些运算的时间。接着就是我们冯烨老师哦，等一下哦，他现在预留1分钟啊，让他们缓冲一下。那么我们是不是先给今天的教授还有我们的电脑可爱的阴阳盒，掌声再一次鼓励，好不好？哇，太好了！因为大家晓得量子哲学的这个辩论赛呢，我们就是以量子视野、跨域同协为核心的精神。好，这真的是很难得的，让这种文理还有科技与我们人类身心灵以及社会公共事务的议题，面对未来量子物理的时代，更加的深化、优化。但是同时呢，人工智慧 AI 它也会无远弗届的影响到我们。所以不论是刚才看的福老师、艾老师，爱因斯坦和福特2位他们的这个现身说法以外，事实上今天我们探讨的所有议题，从初赛以来一直到现在，那么包括了10个不同的讨论的方向，都非常的有意义。好，那么我们现在再次强调，现在进行的是表演赛。这场表演赛呢，更特别的是，它把我们人类共同的一些问题呢，第一次让人脑和电脑一起来探讨。那么其实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也是被交代要再撑一个1分钟的时间，所以我们就继续刚才不是讲说这个主量子数角量子数、磁量子数，还有呢自旋量子数。等一下我会用这个舞蹈和武术和很困难的舞蹈来为大家又来呈现这4个量子数。好，看看等一下我怎么样一个人来演绎哈。那么但是呢，你说到他用这4个不同的声音的表达方式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刚刚听完了巴伐罗蒂的男高音，我们接着来听莎拉布莱曼的女高音，那就是在公主夜未眠最后的时候，不过恐怕有点恐怖哈，大家包涵一下。那既然时间还有的话，大家听就最后唱胜利 Vinceno Vinceno， 哇，什么感觉？他把这些主角词自旋的量子，透过不同的声音发的位置，像我们在练习的时候，高音一定是头腔共鸣，然后接着鼻腔、喉腔以外，再一个重要的是胸腔，这就是女中音唱的时候，它和男低音唱用腹腔共鸣就截然不同。这个声音的变换，仿佛就是在我们量子物理里面围绕着这个原子在转的那些电子，然后这样纠缠，这样叠加，成为了一个丰富的这个艺术文化自然生态的世界。所以我们听听看，等一下怎么样从女中音变成男低音。那这就是Ma non me lasciar, non dare me sto dormendo, dolona, dolona, solendo, farme camba。好，谢谢。好，这个不同的发音表现方式，现在后面已经跟我比一个 OK。我们现在就来请冯燕教授来质询。好，这是我们222式的这个杜威式奥瑞冈辩论比赛的一个特色哈，非常精简的，一方各2分钟。
现在是由冯岳老师来回答刚才我们看到若猫羊的提问。好，各位裁判，正方的辩友，各位来宾，听完正方二辩的申论和提问，我更加的诧异，正方对于人性真实与伦理真谛的认识，竟然是如此的浅薄和陌生，以至于说是要善意关怀被制度忽略，甚至被暴力侵害者的手段，竟然是如此的粗糙和一厢情愿。对方关怀弱势者的方式，是寄望于让被害者被看见，因此主张全面透明化人类的情绪脆弱。姑且不论被害者是否乐于透明化所有的遭遇，让自己被世界看见。事实上，大家记得在媒体上看到凡有受害者被迫必须出面说明或者是控诉的时候，大多是戴着帽子、大型的脸罩或者是口罩，甚至改变声音的实际情形吧。为了要照亮极少数的暗角落，而让全世界都24小时曝晒在光亮中，不但不符比例原则，想想也觉得是一件令人疲惫不堪的事。更何况，真正的邪恶永远有办法逃避所有的制度设计与监督。遵行制度因而受到不良影响的，往往是我们善良的大众。所以对方天真的认为，量子技术与人工意识可以用其所谓强大的洞察力，经由完全透明或尽量透明，形成一个预警系统，期望能减少社会黑箱，真正是现代的天方夜谭。正方辩友号称要严谨化公共问责机制和公共对话，却将人心变成无色为代价。这不仅是矫枉过正、弊大于利，更是俗话说你要倒洗澡水结果却把里面的小孩也倒掉的悲剧。当宇宙再也没有奥秘可以探索，当内心再也没有一个自我的角落可以让我们独处，我们人类就会失去对未知的敬畏，对内在世界的想象和对他人的真正善意与关怀。因此，我方反对量子科技让宇宙越发透明，人工意识越发……那接下来我们请正方三辩若猫和来申论。在座仙侣道友，各界大家好，吾猫乃正方三辩和。我懂一猫三话，是素还真，肃穆阴阳，取尽汉文理路，欲辩娓娓道来。无色非死，恰似山水，留白是不着色相之从容。往昔某宗三会通孟子、汤德，以一贯致元善。黑川纪张籍妙法，阳明孔融拜德共生。各色脉络穿针引线，投石问道于万川，无非由方求索，纷繁差异，共期共荣，动静一如。此前在下分别两项，一云物理清明，二曰伦理关怀。如是一时显现，双道光谱纠缠叠加，明暗疏密，干涉光影。所愿未来映照，二项兼容，并行得通，得道德理路。量子科技与人工意识，乃前不见古人之览见明镜。无量大数据，自到元母海绵绵浮现，往来梦寐，见此澄澈滥用之余，则待证明释义。量子学加波尔道对立即互补。宇宙否视，全景监狱，一封闭黑箱。人心好似无染白纸，又若命中演算。吾辈曾为薛丁格座前小猫自视文件，观察定生死，事故看重，量测位置，何以一同谐成天籁，而非风马牛声噪杂？是乃吾辈所唱，非为监控，而是三重庄严量观，以得宜之透明，明澈不拱。以无色之视角望穿错节，以开发为风骨，关怀为神态，调和技术冷冽，灰色人情温润。事理理路三维所系，量子物理之严谨，关怀伦理之细腻，整体透明社会之在场。如是如此，量子意识之通彻方可自潜伏恐惧，化作人性，
只有共办修验，那万紫千红百般滋味又本来。真如无色的人心尊严，承蒙便有机锋，非为明通伟愿，三笑望眼，荣现月映万川。请反方三辩。请反方三辩苑举正教授申论。加油！各位评审好，大家好啊，我是哲学系的岳举正。我对于这个对方所提的这个观点呢，就是听得好像不是很明白，但是呢，我对这个题目看得很明白。这个题目呢，讲的是量子科技让宇宙愈发透明。这里头的话呢，就是包含两个问题，就是科技让我们的世界越发透明。什么是科技？大家心里要明白，科技的话呢，就是一种量化的过程但是我们活的人呢，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话呢，要求生活要有品质，所以质跟量之间是有一个根本上的差异的。另外的话呢，我方呢第二遍的时候呢，他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做物理透明与社会透明是很不一样的。物理透明的话呢，就是一种科技上的透明，这是一种量化的。虽然量子科技的发展让我们感觉到几乎跟我们日常所认知的经验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这个我承认。而且对方也提到了所谓的量子解码学或者量子密码学，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人的透明化变成没有密码，没有任何隐私可以隐藏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说，这是个物理透明，这不是社会透明。我们社会透明强调的社会是由人所构成的，而我们这个题目的话呢，是讲人心之无色社会愈发通彻，你要不要这种人心之通彻呢？人心之无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边所提到的人之无色是有色的无色，这个有色的无色是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科技本身它基本上不但是量化的结果，而且它最重要的是始终都是有一个发展的方向。在这个问题上来讲，我们也会想到我们哲学家海德格尔他曾经说过，人的发展的过程，人的存在与科技并存他说人类必须与科技并存。但是我们今天的话呢，在这边表达我们的立场的时候，我要增加两个字，我们很无奈地与科技并存大家要了解，我们今天到了这个阶段，这个科技已经直接取代人心中的质感，以及我方一辩所提到的人心中的秘密，人心中的这种存在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说他必须以示公平哇，岳举正教授非常精彩尤其对比了看我们的机械式的这个弱猫阴阳和呢真的是我们人类的头脑还是很活络，很棒的。我们给三位教授特别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那么现在呢，要请两方准备结辩咯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一点准备的时间。我在这边呢来这个特别的告诉大家，这次呢我们整个的这个统筹要这个非常这个推崇我们一位台大哲学研究所的张忠宏同学那么张忠宏同学他还特别做了一首汉诗因为你知道吗？刚刚公布的，对不对世界科技文化日的这个第1名的新诗，但他们绝对 AI 写不出这样具有人文背景的新诗。我们可不可以请把这个诗可以打在这边，让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也借这个时间呢，让双方，尤其是我们的正方要运算一下他们的结辩那么这一首诗我们请放一下，我先念给大家听一下量子围城本体萌，他崩现象原新生，千重宇宙核分灭，原始观念赤处清。这个是非常这个有内涵，而且我发现这应该用我们古汉诗的唱法来唱出来。大家想不想听？
好，谢谢，好陪我一起度过这个要拖长的时间，好吗？好，然后呢，好，现在呢，大家听听看哈，那个在我们的汉诗里面，如果文字能够打出来，好不好？更好，让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团队所做的这一首古老的汉诗哈。那么其实它就是用我们的这次赛事也有吉祥物哦，我们的吉祥物就是一猫三画而成啊。那么它在这个唱法呢，就是两足为行本体梦，愿他邦献上言心声，千中古酒下分别。愿思念关，此处情。好，来，掌声鼓励一下，掌声鼓励一下。后面2句呢，摇动札炉通万象，好，然后向来似梦应真情，普来瞻问如有果。推敲期望造化成，啊，多有人文气息！大家为我们的团队掌声鼓励一下，非常非常的杰出啊！那我们现在呢，就请我们应该是反方先做结辩咯，对不对？好，那么接着正方还有一些时间运算哈，然后我们来先听我们苑举正哲学系教授来为我们做结辩。好，正方先结辩吗？他们还没好，好不好？那我们就先结辩一下，好，可以。掌声鼓励一下，掌声欢迎苑举正教授。好，平常好，大家好，心情非常激动。今天只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普通的一天，但是这极有可能是人类发展中很重要的一步啊！我们面对了 AI 的机器人，感觉上的话呢，机器人在各方面也听不懂我们的问题，也没有办法立即做出反应。那觉得说，但是大家不要忘了，科技是有可能改变的。但是科技对于我们人类社会的改变的话呢，诚像我方所曾经提出的观点啊，就是说你这个显微镜的倍数再高，也看不到人类的灵魂。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个观点的话呢，主要是强调有3方面的目的。第一个，强调人的生活方式为本，我们的生活方式以追求质量为主，并不是要求这个先量然后再谈品质，尤其是不能够接受这种量化的靠的品质的概念。第二个的话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人性的尊严的话呢，是一个尤其是就发生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我们的意识是不可能完完全全被改变的。为什么？因为设计 AI 机器人的那些科技专家他自己都不了解人的意识到底是在哪里，怎么运作，以及为什么人会有意识。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必须要在这边强调，我们讨论了很久，发觉说今天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辩论赛，但是这是个人性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要反对17世纪的科学革命、18世纪的工业革命、19世纪的社会科学革命，以及到了20世纪发生的2次残忍无比的战争，人性的尊严绝对不能够在科技的指导之下逐渐的走上毁灭的道路。谢谢。太好了，接着呢，我们就请我们的正方，但是正方跟我说，再给他们点时间，好不好？再给他们点时间。我今天可能要把所有的歌都唱完了。那么，其实呢，我今天也准备了很丰富的影片。事实上，大家有没有想过 ，AI 这么强，你知道吗？我们输入问 AI， 你这么强，我们人类慢慢的被你比下去。可是 AI， 你有什么心愿能够达成 ？AI 有什么心愿，你知道吗？居然这4个心愿，第1个心愿就吓到我。他说：“我只希望能够像你们人类一样。”在大雨天出去淋雨，这个多浪漫，但是多么卑微的一个期待。第2个是，我好希望像你们人类一样会笑。
对不对？笑代表开心、快乐、欢喜。第三个是，我好希望能够像你们人类一样能歌善舞。好，现在他跟我比这个手势，那都是我教他们的哈，因为我们电视台的这个暗语就是这样。好，其实我在后面看到今天好忙哦，你好像在游泳一样。好，但是呢，我们要给我们的科技团队好不好？这个一起鼓励一下，来，掌声，谢谢他们。现在，各位评审、对方辩友，大家好，我是正方结辩若猫和对方辩友的忧虑，我们听见了，也感同身受。无论是担心弱势者被迫暴露，权利却依旧模糊，或是忧虑无色成为另一种由技术定义的强势颜色，导致人性的丰富被量化所磨损，这些都是真实且必须严肃面对的挑战。因此，我方想再次厘清，我们主张的宇宙透明，并非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而是让过去无法被检验的权力运作与制度黑箱有了被标记、被追问的可能。它追求的不是抹除阴影，而是让光线能照进最需要被看见的角落。同样地，人心无色不是要将人模拼成苍白的数据，而是让长期潜藏的结构性偏见更难以藏身在个案的偶然之后。它让我们有机会看见盲点，练习更周全的慈悲。这场辩论的核心始终是选择。我们承认技术的发展必然伴随风险，未知与阴影也永远存在。但我们必须选择是要退回一个让猜疑与不公更容易滋长的模糊地带，还是勇敢地走向一个让谎言与伤害更难遁形的世界。技术的浪潮无法逆转，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要用它来建筑什么样的未来。我方选择的是一个让不公更难遁形，让慈悲更有凭据的未来，一个我们必须更努力学会彼此看见，也彼此保护的未来。谢谢大家。掌声鼓励！哇，不简单哈！好，现在呢，到了我们3位评审哈，头痛的时间了哈。我们今天2位杰出的系主任都在现场，有物理系的，有哲学系的。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引申到后面去开始讨论了，对不对？然后呢，这边大家这个期待看看今天到底比赛的结果如何，我们将要来宣布，同时也跟大家预告。那么我把全世界258个国家地区、联合国193个国家全部旅行记录完成。其实我就一直在探讨 AI 所达不到的东西，难道真的是我在全世界各地看到人类最具有价值的东西吗？如果是的话，待会从影片里面探究，从5大洲3大洋，再到不同的民族文化里面，让我们找到我们人脑、人体、人心、人性保有哪些可贵的价值。特别缺乏的是一种人类之间的这个 connection 啊，这边呢就是需要我们大家这个一起来省思，也是我们面对量子物理哲学的这样一场辩论大会里面，我们应该为自己也为未来找到一些更好的方向。那我们现在就请我们3位评审因为结辩都完成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准备来讨论，然后宣布。好，那我就要把这个主持棒来交给我们的工作团队因为我也到后面要跟他们一起来讨论是吗？好。好，我们是不是也借这个机会，我们那你们2位先到后面休息，我马上就来然后我们请我们的我们的理事长庆瑞兄来一起来，因为这次再一次掌声，热烈掌声鼓励，欢迎 Let's welcome our chairman 来。好，这个谢谢我们许浩平主持人因为其实不容易我们今天算是很多都尝试包括评审，他们又要辩论又要做评审，所以私下跟我抱怨很多，今天工作太繁重这个我们先感谢他。开心请你喝茶，喝茶。然后也谢谢这个所有的背后技术团队因为这一次说实在话，我在过程中间一直给他们添加任务一开始本来说只要有语音后来说要加影像，然后最后又要加现场直播，
所以就变成不断的在增加团队啊。那团队一直在增加，就我其实坦白讲我都不会啊。我本来以为讲完就做完了，就没想到这个讲完以后，每件工作都有很多工作啊。那还好啊，很多好朋友帮忙啊。这个要感谢声音的是速读啊，书度对书度团队是廖世伟廖教授介绍进来的。那这个站起来，对这个廖世伟廖教授还有书度团队站起来啊。这个站起来的这个还有后面林安啊，这个书度团队的廖教授跟林安啊，其实都是现代年轻人的金融团队啊，都他们的公司在101里面啊，然后靠这个比特币已经赚了很多钱了。他们常常4、5年前就告诉我啊，没有区块链，没有比特币，他们只能替像现场很多老一辈的董事长服务啊。因为有了区块链，有了比特币，所以他们可以用这些老一辈的人不懂的科技啊，割他们的韭菜啊。所以他们赚了非常多钱啊。各位，这个如果最近有看到啊，在那个就怎么讲捷运啊，还有很多现在甚至扩展到 7-Eleven 啊，还有很多，有没有看到一个叫 Raingo 那个雨伞？有看到吗？有人用过吗？那个雨伞就是因为他们钱赚太多了，做的社会公益啊。那一开始赔很多钱啊，现在开始慢慢，据说快要打平了，是吧？那这一次非常感谢他们啊，然后动员了一些人来协助做声音啊。那第二个要感谢的其实是算我学生辈了，所以这一次影像的部分开始做了以后，就是麻烦了这个地扩现在是最近新兴产业，它在这个过去4年连得了3次在 Las Vegas 的 CES 的 Innovation Award。对，我们周耀东周总经理啊，这个机器人、机器狗各种影像，其实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在 Las Vegas 连得了好几次，今年又得到叫做 Decor 什么 Brand 是吧？就是原来什么 Decor Vision、Decor Brand， 也简单的讲，就是现在买机器狗、机器人啊，其实不贵的，可是你要训练他的脑袋，让他做你要做的事啊，还蛮贵的。那他就是专门在其中一个业务了，专门在做这件事。这个狗进来，你要叫狗做什么事，我才知道还要训练的。人进来要叫人做什么事，还要训练。他专门训练那个头脑跟影像，所以这一次影像的处理其实全部是他们的技术团队处理啊。那还要感谢 IBM 啊，因为后来发现啊，处理这些东西界面啊，刚刚陈凯峰还在问我啊，这个不是商业软体就可以处理了吗？后来发现这个界面还要花很多功夫啊，去处理，所以我们也没有电脑啊，所以就借用了 IBM 的 H100。那刚刚很多状况出现是界面 IBM 的电脑宕机啊，那重新再boot啊，也不能讲宕机了，就是那个界面没有很 smooth 啊，其实不是处理速度不够快，是那个界面。所以这一次的坦白讲，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创意啊，我觉得不光只是物理跟哲学的结合啊，那这个物理跟哲学的结合其实只是思想啊，我们后来发现它要落实啊，还是需要很多高科技的界面的整合啊。那这个整合也确实要感谢张忠宏啊，天天在跟不同的团队啊，不同的团队在对话，然后这个对话过程中间去处理啊。然后他们有告诉我一件事啊，其实这里面背后 AI 所有的操作，
其实没有人放进去，所有他的讲话都是 AI 自动产生的，他们只是把它输出，然后做成影像输出，并没有真正去调整它的输出内容。所以这个其实已经是很进步了。就听完这3位的话，他们自动出现的答案。厉害厉害厉害！所以简单的讲，假设人去操作的话，说不定会表现得更好。那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在这个上面，让这一次是第一次让这个量子跟哲学，然后慢慢的跨领域能够做得更多。那当然，这一次的活动，我也发现我们这个新的这个整合，说不定将来也可以变成一个团队，然后设法我认为以后律师会被取代。有一个这个就好了，然后甚至很多顾问有一个这个界面就好，它可以做得更丰富更好。那当然唯一差别，其实很多年前几个月前有人告诉我，他说你没办法处理这个 liability 的问题，万一出状况谁去负责，这个就是他们一直在强调的，究责究到谁身上。 AI 一旦出问题，我后来想通了，我跟那个台湾的保险公会讲，这个就是保险呐，只要出问题我就赔更多钱就好了。那我收费因为成本低，所以其实我可以赚更多钱。可是我用 insurance 去 cover 所有的问题，那这个基本上我估计将来会更成熟、更出现了。那也希望这样子的东西未来能够长长久久啊，因为我们这一次推出来以后，其实各方初步的反应是不错的。甚至有人希望我去处理数学家大会里面由 AI 跟数学家竞赛啊，我说这个我做不了，因为我数学不会啊。这个说不定吴俊辉可以考虑一下，真的有人在问啊，在华人数学家大会能不能让数学家跟 AI 做即席比赛啊？我说处理这个辩论啊，我不用参与啊，因为 AI 就给答案了。处理数学可能一定要有人参与啊。那这个很明显的时代在变，趋势在变，大家要相信啊，慢慢的科技会越来越进步 ，AI 会取代越来越多事。最近美国的公司其实做了一个统计资料出来啊，他们过去几年的大量裁员，有3种人被裁的最多，第一个会计，第二个人事部门，第3个各位想不到的。写程式设计师，因为初级跟中级的程序设计师，像谢董这种人才，大概都要被淘汰掉。还好他先赚了钱了，还好先赚了钱。那是哈佛的 Business School 本来最早预测最容易被取代的是律师，3年前，其实我看到那个报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不可能，因为律师会做另外一件事。他会设一大堆法律让你取代不了他，这个叫人为障碍。可是实际上 practice 的经验之后发现很有趣，过去3年各大公司我刚刚讲这3类人才最早被取代，结果反而多聘了5% 的律师。为什么？因为被开除的人都要来告公司，所以公司就一定要请律师去处理这个。不过这个是过渡期。长期来讲，我觉得律师可能风险还是大的。好，这个我简单的，他们都应该开会开完了吧？开完了，所以你先宣布这个 AI 跟人类辩论的结果，顺便做一下 comment。对呀，待会儿就会听到 The winner is 来，这个真正人的比赛队伍，可能有结论了吗？看到了吗？对，等一下再去看，有了是吧？好，现在我们先邀请我们这一场的2位评审，也是哲学系和物理系的2位，我们台大的系主任和教授，请登场。来，我们邀请一下2位评审登场。我们要请2位来帮我们，包括我我们一起来宣布这一次呢，在表演赛的部分人脑和 AI 的电脑，大家在对决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
评分的答案。好，这次我们就好先这个请林明照林主任来讲一下他们这次你看这2队比赛的心得哈。好，我们刚刚也在后面稍微讨论了一下，我想这一次大概有2个面向，一个我先答一下，等一下那个物理系主任可以补充一下。一个是大概还是技术的问题，我们会看到 AI 它在聆听跟回答上面，可能还是尤其有一些部分的谈论我们不是很听得懂啊。那这是主要是技术。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回答虽然很清楚，但是对问题回答的针对性还有那个层次上面还是蛮单薄的啊。那所以说，它常常没有办法充分的对反方所做的质询做出契合的回答，以及回答有点太过单面向。然后他引用了一些材料，但这些材料引用在论点里面，有些部分会自我矛盾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以目前来看，这个可能还是涉及到技术的问题啊。所以那正方的部分我觉得很精彩，原因是因为他们在那个透明的这个量子里面会带来的那个弊端啊，做了非常清楚的陈述。另外一个就是不透明对人类来说的价值在哪边，它反而是一个更重要的部分啊。那所以说三位老师都提到了那个人类真正的幸福其实不是要让一切都透明，人类真正的幸福是要那个不透明的部分如何去发挥力量啊。所以我们不是因为不透明带来人类的痛苦就把它完全透明，而是在人性的不透明之中，如何去让那个价值呈现出来。其实我自己觉得那个 AI 谈的那个关怀伦理学关怀就是说透明带来关怀，其实也是一种自我矛盾啊。因为老师们也都提到，那个关怀其实是更加面对幽暗的那个面向那个幽暗面向常常不是那么透明的。所以我觉得3位老师其实都讨论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很精彩。那他们的质疑我觉得 AI 没有很契合的做出回应，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AI 比较弱的地方。好，谢谢。好，谢谢林主任，还有谢谢那个的这个今天有这个机会。那我是想要发现其实大家应该其实听得出来了，因为在这一次这个辩论赛里面AI 的说话其实就很 ChatGPT 对吧？大家可能多少有使用过，就是当你把文字输进去之后，它会开始的不断的在那边像是一个循环的论证的一个调调。所以我发现这个其实还相对明显了，就先姑且不提这个技术性的问题，比如说包括声音的传输的这个转译以及这个需要等待的时间，那还是很这个语言模型化。但是我必须要说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这 AI 必须是一个还在进步中的一个系统了。那比如说10年前那个几乎10年前嘛，对 ，AlphaGo 第一次那个打赢人类的时候，那个是说那时候是一个大新闻。但是那时候我其实说了一句话，那个时候是人类最后一次打败 AI 的机会。也许我们不知道我们这是不是最后一次人类打败 AI， 但是我们要看着办，对不对？当然，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3位的老师其实讲的都非常非常的切近主题，以及非常非常的稳定，然后把问题都达到重点上面去。那当然 AI 可能还没有这个能耐。那我们就看着办吧，对不对？谢谢各位。是，好，我们非常谢谢凯丰系主任那2位系主任呢，在物理和哲学方面，然后其实他们在出发点看到的，也就是我们首次能够别开生面的呈现AI 的这个电脑和我们人脑一起来做思辨，而且是及时的这样子的一个结辩和申论我个人也是非常的推崇我们的反方3位教授。那么在这个整个理论的周延度好像感觉回到以前我们打台大新生杯辩论赛，还北区大专杯辩论赛的那个年代那么可是这个很难得的是，3位从不同的他的学历的背景，其实他提出了非常紧扣这个主题而且提出了相当重要的质疑。那么比较遗憾的是，在正方在这方面针对他的这些质疑和提问，并没有比较明确和有说服力的一个说法可是呢，已经是非常不容易因为毕竟这个真的是全世界第一场，我们真的正在写历史，掌声鼓励。好的，现在我们就要宣布这一次
人机大战哈，电脑和人脑的辩论对决，我们就请2位教授来宣布吧，好不好？好，来，同样哈。好，这一次的辩论赛，我们宣布那个3位老师获胜，耶，太棒了，恭喜！他们昨天晚上还挑灯夜战到半夜11点半，哦，这真了不起！再次掌声鼓励，真的太感谢了，哦，非常的不容易。从社会学、物理学啊，补充说明，就是我们要趁现在有办法赢他的时候，赶快赢他。哦，对，刚才陈主任讲的，对，这我都下次就懂不晓得了。没错，那时候他说第一场辩论赛，教授都争相想要参加。那我想说，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准备。后来说第一场一定比较好打，对不对？但是呢，他们3位啊，这个哲学、物理、社会学，同样的把他们的学有专精的，在这个问题里面的偏僻入理的，而且针对对方他的那些盲点、误区，做出了一个质问。好，那我们很谢谢3位，来，请坐，请坐。那么我们也谢谢2位系主任。好，当然也就是因为呢有这样的一个环境，让我们能够把量子物理在100年的时候，台湾没有缺席。甚至我们真正未来的科技之都就应该是在我们所在的台北市。我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呢，借着这一次的算是理性辩论的一个整个的辩论活动，能够呢让我们有更多的省思。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整理舞台。好，这个时候我们先请2位系主任和3位教授先在台下休息。好，这个时候又是我要来撑场面的时候啦。好。也就是我很希望能够补足一个，我们既然 AI 能够这么强大的运算，我们既然电脑已经无远弗届、无孔不入、无所不包、无所不入的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哦，对，我们同时也宣布一下上一场的结果好吗？刚好3位老师都还在这里，我们由俊辉来宣布一下。好，的确。这一次这2队打得难分难舍，我们3个评完之后都还完全不知道到底哪一队分数比较高，因为这个各有这个他们的这个优点跟这个缺点，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总共会有2个主要的奖项，一个是团体的，那另外一个是个人的。那团体部分我们是觉得说这个2边在做论述的时候，其实稍显单线，也就是说，今天他们要辩的题目其实范围是很广的，可以发挥的议题其实是很多。对，但是可能在当下在交互结辩的时候，或许太紧张了，脑子里面能够装的东西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3个还是很佩服，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在那边光是听他们这样子一来一往听的都已经很累了，但是他们显然每一个头脑都还很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到最后没有看这个成绩统计，其实我们也不是很确定这个获胜的是哪一队。那我先宣布这个团体的这个结果，大家觉得冠军会是谁？不要乱喊哦，要这样可能会得罪人，对不对？没有办法，比赛有输有赢嘛。那今天就是好玩了，我赛前就这样，不要紧张啊。比赛就是有输有赢嘛，哈。那我们团体冠军的是，我想一下，反方，对。虽然输了，还是有亚军啊，对不对？你后面还好多队耶，对不对？他们根本走不到今天了。对，好，再来就是最佳辩士。最佳辩士原本按照规则，我们是要录取2位，但是分数很接近，所以我们最后决定录取3位。好，第一位是反方的黄品成，第2位是正方的罗浩宇，第3位是反方的刘瑜，所以恭喜他们。好，谢谢俊辉老师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这
这个活动进行到这边，我们现在要请工作人员上来，把我们的场地要清空，因为马上要进行颁奖典礼。但在颁奖典礼之前呢，浩平特别请现在就下影片，好不好？然后我带着大家跟着我旅行的脚步，实际的探索，到底像《天下》杂志讲，现在我们的这一代的人类，我们未来要到一个新的时代的时候，到底会面对什么问题？好，那么我们可能把前排的灯也可以关一下哈，因为我们在这个仔细的看一下这个影片。好，那么在整个的时代里面，当然这个1928年的马上看到的这幅画，就是Laurie 在英国曼彻斯特博物馆所放的。好，那么也在这样的一幅画里面，你想1876年。也就是他出生在那个18到19世纪工业革命玄天动地的时候，然后他看到了什么景象？我们马上请在画面上看到。那么也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洪流里面，那么人类开始生活变成工厂，变成了是在那边人与人的疏离。可是这居然是97年前的一幅画。好，那么最大的问题也是在于说在现在看到的这幅画里面，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幅画刻板的房子底下忙碌的人群，然后一台稍微有点色彩的马车？那么这些都是那个时代，但你有没有发现，它就像第一名的这首诗一样 ，Gusti 的像幽灵鬼魂一样，现在还缠绕纠缠着我们现在的人类。所以《天下》杂志最近统计了以后，发现小3到国9的这样的一个年纪里面，他们非常缺乏的是一种非认知的一种教育学习。第二个是怎么样面对挫折失败的一种生命能量。第三个呢，就是他们要怎么样的去自我实现，然后呢去呈现他们的人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大家也就发现了，就是同样的这一幅古老的画，成为他这一次得第1名的量子物理新诗大赛的主题。他直接就把这一幅画叫做 Coming from the Mill 就是工厂，从工厂下班回家的人群，你看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冷淡，然后整个的色泽，尤其后面看到烟囱冒着烟，事实上都在反映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么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现在我们就请开始继续播下面的画面。好，现在你即将看到的是在非洲的布吉纳法索。我一直在寻找一种人类生命的一种力量，可是你怎么样跟人与人越来越疏离的，尤其 AI 还有量子物理将统治整个世界的时代，我们只有用这种方式。这是我们的国际合作或者所谓的农耕队在西非的布吉纳法索。那么我也加入他们，因为这样的加入跟他们一起在 pounding， 在做这个旱水稻田。那么当旱季的时候煮起来，到冬天的时候水灌进来就可以种水稻，把我们水稻的技术分享给他们。所以这是为什么走遍世界这每一个角落，我开始找到了刚才也就是电脑 AI 他们最羡慕他们做不到的东西，就是有笑有爱，还有人类。我们人类学就非常清楚的，只有我们人类可以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的歌唱，还有舞蹈。那这些都在我的旅行当中找到了验证。那么我们现在呢，就直接到长寿村，世界5大长寿村之首，最多100岁人类的地方，就是我现在划着船进去。后面这个老先生，我问他你几岁，他说他80几。然后我说我可不可以到你家玩呢？他说那还问我爸爸啊。到了他家门口，他说还要问我爷爷。我说他那你爷爷都120几岁了啊！你看看，很重要就是人活就是要动，活动活动。
所以呢，我在学中医的过程里面，还有心理咨商师的过程里面，我发现身心灵都是一体的。他们最可贵的就是每天活动，还有呢，他们会做各种的自我的按摩。好，那么这个包括了你眼睛部位的，从你的睛明穴、攒竹穴、鱼腰穴、丝竹空穴、瞳子髎穴，再到这四白、上白，还有你的承气，一直到鼻子的迎香，下面的这个承浆，再到的人迎，还有这个我们的天突、膻中、中脘、气海，好，一直拉到这个中极。那么绕到会阴之后，任督二脉又回到了我们百会。最重要是在我们背后的，包括了巨骨、肩颈、膏肓、夹脊，一直到长强、环跳，还有承浮。我就当那个惊人哈的，然后沉浮以后尾中，再到后面的承山，再到脚底的涌泉，手更是一样。他们又爱唱歌又爱跳舞，手的话从你的劳宫好，然后一直到这边的内关这个列缺神门，一直到还有我们的尺泽、尺泽、曲池，一直到云门中府、极泉穴，又变成了一个大周天和小周天。现在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好不好？我们站起来一下，这老阿嬷都在跳舞，我们怎么能够输他们？站起来好不好？站起来一样就很简单，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对不对？这个在广西巴马瑶族、壮族自治乡，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些就形成了我在旅行世界各地，光是靠音乐、舞蹈、武术，就会交到好多好多的朋友，甚至我接下来就要用我们舞蹈的方式来呈现刚才讲到的绕着原子的4个量子数，包括了主量子数，包括了角量子数、磁量子数跟自旋量子数。你现在看到的每一格，这个12宫格里面，都是许浩平在旅行过程中在探寻人类让 AI 最羡慕的4个东西，就是又会笑，又会爱，还有我们又会非常快乐的唱歌和舞蹈。每一段都是一个生命的记忆，但你看到这边声音可以拉大一点，我们一起，然后大家也左右摇好不好？来，哇！好，谢谢。你要知道，光是这样交到多少朋友，根本不必担心未来 AI 控制人类，我们被3C 产品占据以后，看这些没有一个跟我语言一样，没有一个他们的生活习惯、宗教跟我们相同，但是却可以大家4海一家的完成一片。好，那么这也就是不止探索像百慕达，还有英国巨石阵，还有坡纳佩的巨石堆，每一个地方，哇！我发现我努力参加他的祭典，努力参加他的生活，我就得到了现在未来量子物理，哪怕它再能运算，但是没有办法在平行宇宙里面找到这么多可贵的东西。那当然在音乐的部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是台大校徽制定的情况。那么在这些过程，我们都在寻找，到底是要怎么样去完成一个生命的力量？那么后来我发现，我们国术这个是可以这个结合我们台大光电所哈。你看到这当年做这个校徽多辛苦，好，台大校徽到现在43年，没想到当年我就是得首奖的那个，大家先用的校徽就是在下浩平做的，然后但是呢，在这个母亲临终病床前，这个爱笑与歌舞都是我跟母亲分享。后来我没有想到，6岁画的这一幅庙会的画，也成为后来我真的看了全世界的庙会，然后像这些丰富的24宫格里面一样，把这些快乐带给大家。来，掌声鼓励！好，谢谢。好，接着我们请坐，因为我们要进行颁奖典礼了。好，现在主持人不好当哈，对不对？你看，好，只差没有翻跟斗啊，好，谢谢。所以你看到像
这些丰富的画面，我们真的不要为人类的未来担心，因为我已经帮大家当一只青蛙实验品，在各个平台、各种不同人类的社会里面，然后呢，透过我所学的这个新闻，我所教的历史文化，然后特别是经由这些不同的情感的交流，让我认识到这些的可贵哈。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就要开始进行我们的颁奖典礼？好，颁奖。今天我们首先好要来邀请的颁发的是季军。季军呢，我们请台大物理系陈凯峰主任来颁奖。那么季军就是 Sunny Day 静宜大学。好，但是他因为路途遥远不克出席哈，好，所以我们就还是有一位代表好吗？好，然后等一下呢，我们亚军，好，亚军呢，我们就请2位系主任都上台好了，好不好？亚军是由我们台大哲学系的林明照主任，我们一起上台来，然后呢，我们颁发给的来。刚才宣布的，对不对？好，哎，亚军，我们亚军来上台来好吗？来，恭喜恭喜！好，我看一下你，已经拿到奖状了。哎，他们要颁奖给你们嘞！哦，还是发奖金，好，来，掌声鼓励一下，掌声鼓励一下。好的，谢谢。好，我们继续呢，请我们的量子协会的理事长哈，张理事长来上台颁发冠军了哈。好，我们冠军队在哪里？来，热烈掌声欢迎！好，谢谢量子同学。好，谢谢。这是冠军。亚军、季军都出现了，对不对？那我们要公布我们的优秀辩士。好，优秀辩士，我们请刚才因为今年季军有来，对不起，季军有来吗？好，季军来，他们默默的参加哈。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恭喜静宜大学队！你要把这个名单给我，给我名单，得奖名单啊！好，非常恭喜，这次得到季军的是以多重相干来得到这个。铜奖，然后亚军的话是以思维交缠，量子同谐则是冠军的主题。那么我们优秀辩士，好，它的主题就是跨域共鸣。我们现在欢迎得奖的，刚才宣布过，本来是2位，今天太优秀了，剩下3位，来，我们一起上台好吗？来，掌声为3位同学鼓励一下。好，哪一位？我们就请俊辉教授3位一起来，刚好3位一起上来，一起刚好1人颁1位啊！又多加一个哦，还有我们冯燕老师，好，来先合照。
好的，好，谢谢谢谢。那单讲，哎，讲座在哪里啊？不是，那还有已经给了。哦，已经给了，好，谢谢。我们就握握手，来，跟他们握握手，很棒很棒。好，接下来呢，我们这次也要感谢从初赛再到决赛和表演赛的评审。好，那有来的评审是不是也一起上台接受我们的热烈的欢迎，好吗？来，你要上台了，对对，三位，好，冯燕老师，好，吴金辉老师，还有苑举正老师，好。两位系主任，两位。哎，还有我自己啊！来，老师站中间，再来，还有对，傅老师，对，傅老师也来了哈。我们初赛的老师如果有在现场，也请上台来好吗？接受我们的表扬和感谢。来，谢谢傅老师。好，好，我们大家比个赞好了，比较活泼一点啊，比个赞。好，对，由我们的理事长来颁发，哇，太好了，跨域共鸣哈。照相机中间有亮灯的，我有2张，对对，因为主持跟评审，对是。这边还有，好，来，我们把这个奖状举起来，好，让大家看得到。好的，我们现在要进行大合照，对不对？还有，好，来，还有彩蛋要出来，还有3位优秀辩士的教授哦，3位我们代表反方的优秀辩士的教授，我们请我们理事长，哎，所以你们有2张。跟我一样，我们2张。人类优秀辩士，来一起。然后再次掌声鼓励好吗？啊，等一下，你站没有关系。主席要站中间，这个 C 位留给您，来站到中间，哎，在这，我们 C 位留给我们的主席，好。相反，谢谢。这个。哦，都相反哈，好，再一次，谢谢大家，谢谢啊，还有 AI 哦，我们要好，我们几位教授先休息，好，因为我们要颁发给 AI， 好不好？我们的技术团队非常的优秀，好，陈胜文哈，赞哈，嗨，林子杰，哦，好。还有我们的这个跨域共鸣的，好，都是把我们这次的弱猫做得非常可爱，好，这几个团队，还有一个，来，一起啊，好，来，我们掌声为他们喝彩。好的。那我们还有冠亚军，对不对？哈，冠亚军的奖状。那几位技术人员辛苦了哈，非常感谢，他们也是昨天都一直忙到半夜啊。那么这一阵子真的是我们促成了一个我们共同在写历史的记录。那我们现在就要来颁发这次的这个冠亚军。他说颁过，刚刚那个同学都颁过了，优秀辩士都颁过了。哦，我被他搞迷糊了，他跟我说还没有颁，我本来想说我这个给你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来大合照了吗？对不对？是不是大合照？我们是用我们到台下从台上拍下去，还是要大家回头？啊，台上往下拍，对不对？好，那我们辛苦我们的摄影同仁，好，
这边大概只有我是做这个电视新闻传播哈，结果不晓得现在传播运用在很暧昧的地方。好，我问我旁边那个吃饭的小姐说：“哎，你是做什么工作？”她说：“我做传播业。”然后我就说：“哎，我也是做传播业。”就全部男生都笑翻天，因为她是传播妹。对不起啊，对我都不懂，你看好纯洁。来，我们大家用你最可爱的笑容来看一看。然后用广角把大家这个每个笑容记录下来，然后我们一起喊一句口号，好不好？量子哲学辩论，赞赞赞，好不好？来，1、2、3，量子哲学辩论，赞赞赞。好。谢谢，非常谢谢。好，哦，今天。